灯就不一样。然后今天会比昨天更辛苦，因为今天晚上就是迪拜时间的晚上10点左右吧，然后我们会回国，所以说今天一整天衣服好华丽。对的，有没有点女？有没有看到昨天我穿这个衣服在他们这边的那个没有看到吗？有点模糊啊。等我回国就会好很多，在这边的软宝子们，我们这次在然后一行有差不多20。我跟你们讲，我来了迪拜以后，我来了中东以后，我有一个最大的感触是什么？不是国内太低调，你们知道吗？根本就不是我浮夸呀，我都融为一体。我在这里跟这里每一面墙、每一个景点都融为了一体。我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感觉是我家，只有我一个人是在招待大家。他说：“你看你每天这全身上下堆的，那面墙打开给他看。”我说：“你看看这面墙。”我说：“我现在站在这面墙上挂着的一个丝巾，挂着的一面那个挂毯，像不像？”他说：“还真是，一模一样。”所有的人都会看着我，我在这里回头率可高可高。大家都在想，这是不是一个什么外来的啊媳妇？但我这样的外来媳妇肯定不是平民老百姓家里的，我那就完了。我跟你讲，你在这个世界上能碰到多啊，视频太短了。有长的呀，我们这几天都在慢慢给大家剪，好不好？但是工作量太大了，宝子们，大家早上好，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出去啊，大家的分享，要不然很多的小伙伴会找不到我们，你们的朋友圈然后呢，分享到你们的群，给你们看看我要新买的戒指，这个它跟我的指甲也融为了一体。你们有看过这个颜色的戒指吗？我都不知道它是什么石头，因为他用英语叽里呱啦说了一堆，然后我也听不懂。但是我只是觉得它很像黑夜里的夜空，闪闪繁星在闪烁。我都不知道戒指是什么样子。来吧，我们开始连麦吧。我们开始连麦吧。今天有几个连麦？我妈，这几个，你这上面的怎么？哦，娜娜。画质有点糊是吧？会没有不会那么清晰，因为这个软件吧，大家就是克服一下。Hello， 你好，陈老师，你能听见吗？哦，你这个太吵了。这样能听见吗？哎，好了，你说。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你的直播间，然后和你连麦。然后呢，今天就是
我主要是想问一些雄竞还有职场方面的东西，就是没有任何雌竞还有男嘉宾有关。然后我主要是有两个诉求，第一个是如何基于我现在目前的岗位快速升职，然后第二个是就是怎么开辟新的副业，多赚点米吧。然后我现在是在国外嘛，然后刚刚毕业一年，就是现在也工作才一年，然后呢。就是在基金行业，然后年薪的话，税前就是还蛮 OK 的，但是税后就不太 OK 了，感觉现在米不太够花。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行业主要是由西方男性占主导的，然后呢，领导也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就感觉自己存在感不太高。然后刚入职给我的工作都是很基础打杂，就是接触不到核心，然后我就感觉自我成长不够高嘛。然后呢，就是说，上个月我有通过个人努力，然后。获得一个机会，就是帮我们那个大领导做一个研究，然后他用我这个结论发表了个论文，然后不是论文一篇文章哈，就是有夸奖我，但是也仅此而已，就是没有跟我说要升职什么的。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项目我是能做的，就是升到那个职位那个工作我是能做的，我有这个能力，但是呢就是没有机会，没有施展的空间。然后我也担心说是不是领导们他们觉得我刚毕业，然后觉得我能力不够什么的。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部门也比较难升职，就除非能力特别突出，然后领导他就给你开辟一个新的岗位，或者就是上面有个人离职了，下面的人就被顶替，这样子升职。然后去年就是我这个岗位有个西方男性他升职了，就是因为他就是开辟了一个新的业务，然后做了个新的项目，然后帮这个团队带来了新的业务，所以就被提拔了。然后他跟那些领导关系都不错，双方都很认可，所以我就是想问一下我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然后我想问一下我大概还有什么建议，就是其实有什么建议我该做哪方面努力，然后我才能够就是说能够快速升职晋升。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就算晋升了的话，就算不晋升了，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现在的年薪也不是很满意。假设升职了，每年可能也就多个20个左右。然后呢，我就想问我该怎么去开辟新的一些渠道啊，然后多赚点米，因为我之前做过自媒体，没有什么水花，所以想问问曲奇有什么建议，就这样。你是在做金融行业吗？对对对。首先啊，就是你如果想要升职或者想要加薪，首先这件事儿谁有决定权，谁能决定这件事儿？到底什么东西能影响这件事儿？你自己内心当中首先有一个概念。比如说你要跟谁去聊，说我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才能够去升职，或者我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才能够去涨薪，或者拿这个东西来谈判去博弈，说我给公司带来什么什么什么之后，那么我希望我能拿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你要清晰，而不是被动。OK， 好。你像你刚刚说的什么写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你帮别人整理了这样的东西，人家也发表了，对吧？人家肯定是对你有比较深的印象的。对，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再去聊，说我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机会做什么？你可以告诉别人说，哎，我的期待是希望啊，比如说1年之内或者怎么样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那这个相应的，我应该给公司带来什么样的成绩跟价值？然后你直接去谈。OK。就直接就问他们 ，OK， 就是我之前就是给这个大领导做了这个研究，就是他是决定我能不能升职的这么一个人。对呀，你直接去找他聊就好了。直接去跟他聊是吧？对的，对的。但我还是会担心，就如果聊了他也不同意怎么办？这个担心的意义是什么？如果你聊了他没有任何的意见，那你别的路径也一样是堵死啊。那就只能继续再给他，就是说再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别的成果，然后让他觉得也很满意，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不是不合理的，知道吧？就是说，如果这个公司是他个人的吗？不是。
如果说这个公司又不是他一个人能够管所有的东西，对吧？你在后面当个跟屁虫，跟着搞这搞那，这些东西不一定能产生什么实际上的价值的。是的，除非是就是你一定要做到跟他自己的业绩、绩效、成果相挂钩的点上，那这些点位你一定是跟他沟通出来的。就是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但是我一定会去尝试。那如果我做到了，那我希望我能得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或者什么样的待遇。OK，好的好的，主要是好的，主要现在你处在这么一个职位之后，很多那种就比较核心的领域，它就很少有机会去给你做，你得就是自己去自己去就是抽时间加班去做，然后可能也接触不到太多这样的工作，就核心的这种工作量也很少。还是要主动啊，好主动啊，主动好的性要上来，嗯。好的好的嗯而且你才刚毕业1年，你不能太浮躁了，因为你嗯，太浮躁了，可能会导致你动作变形哦。对，我就是担心这个，所以我就嗯，也不太敢，就有一是些时间就是敲一嗯天钟，就是见一天和尚敲一天钟的事儿，他就是一定要把那个时间熬过去的。慢慢来去推进。OK，好吧。除非你是自主创业，如果你不是自主创业，你在任何一个职场，你都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一个积累跟沉淀的。就算你去跳槽到另外一个地方，也是因为你前面一个阶段积累的很好，沉淀的很好，你才能够跳得更高一个台阶，对吧？不可能一上来马上的你就在公司做火箭。那在公司做火箭，除非你有非常强劲的背景，能够给你独到的资源，这个资源别人是拿不到的，只有你自己可以，对吧？那除此之外不太现实。如果说大家都是干的差不多的活，凭什么你出来？好好，那我就再想想做什么能够触及到这个大领导的核心利益点，然后让他觉得特别满意，我就跟他聊，OK，跟他聊，你不要想好吗？直接跟他聊是吗？对的，不太敢。没有办法，因为职场里面就是这样的，人这么多，他为什么要看见你？他为什么要让你比别人率先进入到下一个梯队？你给我一个理由，对不对？好，行，那我觉得我可以就是跟大家去安排一个，就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是咖啡聊聊一下，就是我就说我要这样，我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然后你觉得我做到了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之后，你才能给我升职？这样不是，我希望我的预期是在公司1年之后或2年之后，我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职级，然后呢，我希望能够给公司提供更多价值。但是呢，我目前呢，我刚刚毕业1年，可能很多东西我不清晰。我希望您能告诉我说，我在什么点位上做到什么成绩，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我会往这个方向上去努力。好，好，谢谢。好，就这样。等一下，等一下，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有说我想问一下曲曲，就是有什么建议，就是我做一些副业啊，然后就是做，还有时间做副业？你刚刚都说你没时间加班了，你还有时间做副业？有的，我们就是6点就下班了，5点就下班副业多跟领导做沟通。啊？什么副业多跟领导做沟通啊！你下啊？了班以后干什么呢？你下了班以后要跟领导社交啊。这样吗？嗯关系难道是上班的时候搞出来的吗？嗯，但就是现在就有建议什么样的领域，就是可能就是创业啊，或者说做副业比较这个建议不了，领域太多了。这个所有的东西，你要想赚钱，只要你会销售，都能赚到钱。那不你去想一想，什么东西能让你卖出去，对吧？都能赚到钱。嗯，但我感觉就是我不是这种做销售的这一行，就是我之前尝试过自媒体都没什么水花。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只要是打工的人，如果你做的事儿与销售不挂钩，你几乎不太有可能在短时间之内赚到很多钱。除了销售以外的任何岗位，嗯不是说几乎，应该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嗯，好吧，嗯好的，那我们谢谢曲曲。嗯。
好，就这样，拜拜。而且销售是打工者想要转为创业者的一个快速通道。就是说，一个成功的创业者，如果他曾经是一个销售，那么他创业成功的概率会更大，因为销售它是一个最小的创业模型。创业就是找到买家，找到卖家，然后你找到信息差，对吧？然后把这两方能够促成，你们最小的这个生意模型它就产生了。那么相当于是你在任何一个公司，如果你做的是销售岗，其实等于你在这个公司下面成立了一个小的子公司，小的分公司。所以你们知道很多的公司，他们的大销售都是非常有话语权的，因为他能够直接给公司带来效益，带来利益。只要他能做出成绩，实际上老板都不会怎么管他，对吧？但是你其他的岗位，其他的一些，尤其是你们这种刚出职场的、刚出社会的，其他的任何跟销售不挂钩的岗位，它不直接影响这个企业的效益，对吧？不直接影响企业效益的基础岗，它的可替代性非常强。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在一个军事领域，销售其实就相当于是将军带兵打仗的这一关，对不对？你在外面打仗的时候，其实老板都不太会管你的，但是你其他任何的岗，你拼的是什么？其实拼的都是职场的一个时长，都是时间，你要往上堆。然后你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之后呢，它是整个大的绩效好了，然后再看在下面去怎么分，对吧？再怎么去分到其他的岗位上面去。所以说你想要去赚到钱，你又想不做跟销售挂钩的事儿，那怎么可能呢？那是不可能赚到钱的。声音小吗？我的声音已经非常洪亮了，宝子们啊，是不是你的听筒没有开大？你的听筒声音没有开起来？怎么连线？你们需要去找小助理，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起来啊！大家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起来，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然后我们每一场的直播开播之前，都会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发直播通知。想要连麦的宝子也可以直接去找我们的这个微信，告诉他你想要连麦，然后呢让他帮你预约排麦，好不好？我跟你们说啊，就是工作的机会其实就是靠自己主动争取来的，这个我一定要跟你们讲。我以前短暂的工作经验里面，我在电视台工作的时候，我进去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实习生，但是后来我怎么做到就是出现场的这种 SNG 的新闻的这种连线记者的，这个连线记者他是仅次于新闻主播的一个位置。你们最近有看那个新闻女王吗？新闻女王里面就有这样的一些介绍嘛，对吧？就是最厉害的呢就是新闻主播，但是新闻主播下面的一档就是我们现场出镜的连线的这样的主持人。但是我进电视台之后是怎么做到这个位置的？其实就是主动争取来的。我就盯着一点一点的往上爬。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跟着跑新闻你也不能说话，你也不能出镜。然后呢，我就每天化妆化得很漂亮，对吧？跟着那些老记者一起出去跑。后来呢，老记者看到我说：“你怎么每天把自己打扮得这么美呀？”他说：“你是不是很想出镜啊？”我说：“是的。”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遇到了一些不愿意出镜的老记者，有一些记者他是只愿意写东西，不愿意出镜的。当你遇到了不愿意出镜的老记者，然后他今天拍的这条新闻又特别适合出镜的时候，他就会让你上，让你试一试。如果你一试的人家这个效果非常好，那么他以后就会每一次都会让你来。所以我就是这样，慢慢的得到了一个记者的机会，他让我出镜了。他让我出镜，我表现得非常好之后，然后就被其他的记者看到，然后有其他的一些不想出镜的记者，他就会来跟我说。然后我也会去找其他的老师，我说我已经开始出镜了，老师如果有出镜的机会的话，你们可以叫我。然后就会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记者，当他也需要出镜的人的时候，他就会喊你，因为你做得好。再后来我就再看比这个高级的是谁，就是那个出镜的 SNG，就是现场直播的记者。
我又去找那个组长，我天天就坐在他的办公室，他出去跑，我说老师你能不能带着我一起去？刚开始的时候他都不搭理我，但是后来我就每天去坐那跟他聊天啊，说哎这个怎么做呀，哎那个怎么回事？聊着聊着，后来他有一天他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出去看一下？我说好，然后我就去了。结果我去的时候，前面一个播报的那个人他就因为紧张全程说不下来，因为你在开直播连麦之前，他会给你大概2-3分钟的时间去准备，那你这2-3分钟你必须要把这个话说得非常通顺，这样的话一开播是不是立刻就能说了，对吧？结果呢他就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呢，那个人他就一直磕磕巴巴，结果后来我们那个组长他就烦了嘛，因为当时已经要开始了，就是已经要开始 SNG 了，他就问我你能不能上，我说我可以，因为他在上面讲的时候，其实我心里就在默念嘛，我自己就在想，如果是我上去我会怎么讲。他问我可不可以，我说我可以，然后说这样你上去试一次，我就一遍过，我一遍过，然后我就迅速的拿到了这个位置。然后因为你的能力强啊，你每一次都做得很好啊，慢慢的其他的同岗位的人他就别人就不用了，明白吗？因为你做得好他就老用你，那做得不好的他就不能用了，因为他这个东西是不能出错的。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巴菲特老爷子不是说了一句话吗？其实我们这个赚钱也是一样的，成功的机会也是一样的，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你表现得非常的卓越，更多的时候是因为别人在出错，别人很出错，然而你很平稳，你每一次的发挥都非常的平稳，无论遇到什么样的情景什么样的环境，对吧？只要是需要你，你立刻就能上，只要你上，你立刻就能平稳发挥，那你这个你就 YYDS， 你无论是在职场里边还是在生意场里边，它都是一样的。你有这样的一个淡定的状态，从容不迫的状态，随时随地准备着，然后还把自己的内功修炼得非常稳定，那机会肯定就是你的，就这样。你怕被人害，那就在家躺着吧。啊，来下一个。Hello，你好。Hello，你好，你你可以说。听得到我吧？可以，你说。我先简单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就我现在呢是一个单身的状态，然后我是独生女，我是2线的普通的城市家庭出身。那目前呢是在1.5线的城市生活，我的年龄呢是40，然后有一个10岁的篮球。我的身高呢在170公分，体重104斤，气质还是比较好的。那在我们这个城市，就是外貌跟身材在同年龄段呢，差不多是8到9分，在30加的年龄段呢，应该也有7分左右。我呢就是自己本身有点特长，能歌善舞，文笔也比较好，然后外语也比较流利。那目前的收入呢是在50到100个 W 一年，学历是海外的水硕，国内的985的本科。那目前的资产是房产有3套，流动资产是在1500个 W 左右。那我目前是在任职世界的500强，从事的是外贸行业。我一直以来都是走一个雄竞的一个路线。那恋爱的经验呢比较少，就不是很善于经营婚恋关系。就简单总结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这个圈子呢，比我美的可能不一定有我会赚钱，那比我会赚钱的也不一定就是有我好看。但我就是想说，就是我看似好像工作能力挺强，挺精明能干呢，其实就是一个傻白甜。那总结下来，我今天的问题呢，就是有3个。那第一个呢，就是年龄确实比较大了，但内心对爱情、对婚姻呢，还是比较的向往。我也不想短则找弟弟来谈恋爱。我想请教曲曲的就是说，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通过正常的一个婚姻关系跨越阶级，还有没有可能？最好是能够资源整合，然后强强联合，对我事业上有助力就最好了。
这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因为我的圈子确实一直都比较狭窄，而且比较简单，不懂向上社交，所以想请教曲曲说怎么可以破圈，可以链接到更多的一些优质男。那我想先请教曲曲这两个问题，然后我再说第三个，也比较的简短。你是我们金贵的学员吗？目前还不是，但已经在准备要学习了。你还是先学习吧，你问的这些问题都太大了。然后呢，就是你是缺乏框架性的概念。你说什么有没有可能呢？可能呢都是有的，但是你现在最尴尬的处境是什么呢？因为你看似很优秀、很漂亮，又是单身。那么所有的男的，他看到你，他第一感觉不是喜欢、追求，第一感觉是恐惧，是惧怕。作为男女关系的选择，他们会去选择一个有婚史的，甚至是围内的，有娃的都无所谓。但是作为你是没有结过婚对吧？我是离异了。你离异，你有没有小孩？有一个10岁的男篮球。那么你这个状态别人都知道吗？有的会知道的。你单身多久了？1年的时间。单身才1年的时间，那你这个你单身，你前面就只谈了一个你老公吗？还是说你的有谈过几个？在你老公之后这1年有谈过吗？有谈过一个，就是这个他现在是一个，就是我想问的第3个问题，就我跟他现在目前是分开的一个状态。他条件好吗？条件我跟您讲一下他的一个简单一个情况，他是年入大概30W 左右，他有过2次的婚史，没有孩子，和我的年龄相仿。他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物质付出，因为对方的资产跟我差距比较大，然后我也不是说非常在意这个，但是对方呢他比较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而且10点半也比较的和谐，感情呢也非常好。认定对方呢是下半辈子的伴侣。但现在分开的原因呢，首先因为可能是行业内的，我们都是同一个行业的，因为彼此要有一个做出一个牺牲，所以就是可能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还有第2个原因，他认为我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生育了。然后第3个，他认为说我的孩子可能对他而言，他也没有这个信心跟能力去跟他相处好，所以呢目前是状态是已经分手的一个状态。那我自己其实还是不能走出来，就是觉得说我自己的本人的条件已经算不错了，对方不如我，但还是被他抛弃了，这件事情有点难以接受，所以也是今天我来找您的一个目的。这知行不合一了。你说你需要问我这个年龄还能不能找到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结果你自己谈了个30万年薪的。是。这个是这样的，首先，那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如果说你想找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你就不能去吃人家的情绪价值。如果你吃情绪价值，那么你必然就不可能找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这2者之间你只能选一个，因为跨越阶级的婚恋关系，不说跨越阶级吧，就说跟你2个人能强强联合，他也是需要你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而不是他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是的。首先方向就要更改。怎么更改方向？就是这样的人我就不看，就更改方向。我的眼里只有我的目标。我的眼里只有，要不然就是有资源的人，要不然就是有背景的人，要不然就是有米的人。我只看这些人，其他的人我视而不见。就是这个。这是第一条。然后你们有的时候把问题想在了什么地方呢？想在了策略上，说我怎么搞定。其实怎么搞定有的时候它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你要愿意这么干。是的。你没有真的愿意说我走出去我跟这些什么长得帅的身材好的什么我看都不看你，我看你干什么？你对我没有意义。你要能做到这样，对着这样的人，首先就是直接绕过去走，绕道，有选择性的去结交。我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被人家追求的，觉得说自己在心理上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去放下这个身段，然后去主动追求。因为可能就像您说的，我需要自己要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能什么都想要，然后你只能取一个。想过我不是追求，
我叫释放魅力。我的释放魅力是针对全人类的，我的魅力的释放是针对全人类的，它不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群体的。但是我选择跟谁讲更多的话，做更多的相处，做更多的社交，我是有选择性的，我的目标是很清晰的。你不在我的框架内，我不会跟你多说一句废话。我多说话就代表我在追求他吗？我多对他笑就代表我在追求他吗？我有空的时候我只约这个群体，是代表我在追求他吗？我主要是也是这个现在这个圈子问题，就觉得好像是周围能够遇得上的优质的男性确实也是不多，这个问题。是的，我跟你讲，这个就是一个长年累月的选择与筛选，就是因为你很多年前你就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所以才导致慢慢，你身边的圈子就是非常的一般。是的，是的，没错。你任何时候你一定要开始第一步，就是我如果现在身边接触的所有的这些人都不行，那么我就选择换个圈子接触，这些人我就都不接触，我直接就从原有的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斩断，我宁可自己在家里待着，我不出门可以，我不一定非要跟他们社交。明白。曲曲，我还有个问题想请教您，就是你觉得像我目前这种状态，因为我的资源跟我的一些积累都在这边，但我自己是属于江浙沪那边的，我这种情况下适合往大城市走吗？适合往一线城市，比如说去上海吗？有没有机会说更容易破圈，更容易向上社交？你有工作机会吗？你是自己独立？我现在是在一家世界500强的公司，它在上海也有分公司，我自己也有如果你愿意去的话，你可以去试试啊。但是说实话，这个东西跟婚恋不挂钩的啊。哎，是我就是现在就是雄竞也想走，雌竞也想走，就是都觉得，但是不能说超一线城市肯定是跟婚恋就不挂钩的哦。不好意思，我刚刚没有听清楚。到超一线城市跟婚恋是不挂钩的，你这个动作不挂钩婚恋，就只能走雄竞，因为我的对的，年纪的情况，然后各方面的一个到超一线城市的婚恋市场无比之卷。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你在底下都没竞争明白，你到超一线城市只会更竞争不明白。是的啊，好吧。是的，是的，我先好好学习一下金贵的关系。好的好的，也提前祝您新年快乐，万事顺心。谢谢曲曲。好，拜拜。你们是不是看我的表情有点？因为我肚子痛，我肚子疼，宝子们，我现在身上在出汗。说曲曲看起来很累，不是，我现在肚子很痛。然后我今天早上一直蹲在洗手间。要不要去啊？洗手间？等一下吧啊！哎，大家还有没有扫微信的？赶快先扫一下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微信二维码，然后呢，先加到我们的微信里头，就不会走丢。我们依然是每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然后我们现在依然是每周都准时准点开播3场，但是目前呢是只在这个平台开播，所以大家如果不想错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微信，通过我们的朋友圈，我们会每一场都发直播通知啊。我现在呢人是在迪拜，我后面是黑夜，窗户后面是黑夜，因为我现在是在迪拜的早上6点半。比这边呢是比国内要早4个小时的，所以说非常非常的早啊。我们先再连一个，好吧？先再连一个。梦晴 West Luna，
没连上吗？没连上啊。宝子们，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刚刚这个女生啊，她提的这个问题其实就跟很多女生提的另一个问题很像。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我连男生的一杯奶茶都骗不到？你们知道吗？她这个问题其实跟这个问题特别像。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问说为什么我连男生的一杯奶茶都骗不到的女生，是因为她压根就没有要过奶茶，她没有要过。她其实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里就没有这一条，说我要你给我什么，别人送我什么我能接受。她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都是拒绝，被动加拒绝，对吧？被动再加上别人，就是拒绝别人给你的付出，拒绝无功不受禄。所以这一挂的这一圈的女生，她们根本就是因为她自己都不愿意开这个口，走出这一步，她的目光都没有锁定在这个点位上，后面的数其实都是无所谓的啊！我怎么说，我怎么做，怎么说怎么做，她没有。首先就是这样，愿意说，愿意做，不是一件事儿，懂不懂？就好像我们以前说参加饭局一样的，我们很喜欢参加饭局，那饭局上呢，都是一些，说实话，都是一爹爹，对吧？各种爹爹，那比我们那个时候肯定是大个10、20岁是要大的。你说参加那种饭局的时候，有些女生她就是非常非常的抗拒这件事儿，你让她去做这件事，她就觉得这个饭吃的她很难受。对吧？他都不愿意。然后有一天他来问我怎么链接资源，我怎么向上社交？为什么你们能够遇到那么有钱的伯乐男、皇帝男，为什么我遇不到？你们是怎么能让一个男人为你花那么多的？这个怎么做？他其实优先级没有那么高。首先的优先级是我愿意做，对不对？我除了这样的圈子，别的圈子我不接触。我除了这样的饭局，这是普通的饭我不吃，我要吃普通饭我不去，我是这样的，我是有选择性的把我的时间只投入到这个点上。你说这个女生她说啊，我怎么能够通过婚恋关系跨越阶级？然后呢，她找的男朋友是一个1年的收入只有她的1/3的人，比她少的人，对吧？而且还找了一个什么有2次婚史、有娃、收入还比他低，还要批某为他的一个男的。为什么？他为什么会找这样的男的？是因为首先是他的目光所及之处有这个男的，明白吗？是因为他愿意看见这个男的，他愿意看见这个男的，所以他才会找这个男的。如果他的眼里都没有这样的人，请问他怎么会跟这样的人开启这样的关系？如果他的眼里只有有钱的，只有能够带他跨越阶级的，他就算不谈恋爱，他也不会去找这样的男的，对吧？他就算有这样的男的，可能对他来说也只是今天晚上去了一个酒吧，喝了一杯酒，春宵一刻。他怎么会把它变成一个所谓的长期持有的关系呢？还什么啊？我认定了他要怎么样？你怎么认得定呢？怎么认定到这个份上来的呢？他走的，他的意识形态都走不到这个份上来。你们很多时候是在摆，我又想找有钱的，可是我看到帅的我又被拿下了。我又想找有权的，结果我看到这个身体好的又被拿下了。什么？因为各种各样的混杂呀，它都存在在你的视野之内。当你一个阶段有一个明确诉求的时候，那么你必须要把你的目光划得更清晰一点。我们就是属于就是我们现阶段是对男人极致具备，对男人没有需求啊，无所谓，对吧？哎，帅也可以啊，身体好也可以，有钱也可以，什么都可以，对不对？你给我什么我要什么，你有什么我拿什么。但是当你现阶段的诉求很简单，我现在在迷茫，对吧？我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带我有所跨越的关系，那么我还有时间有精力分配给 nobody 吗？我应该是没有的。你要极致清晰，极致自律，这种自律它是来源于一种精神自控，明白吗？我跟你们讲，就像以前啊，我以前就是玩酒吧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嘎子，那些嘎子特别好玩，
他们对富婆啊非常非常非常的热情。哎呀，笑嘻嘻的，又是给人倒酒啊，是吧？哎，搂着人家摇啊摇啊。他们对那些美女啊极其冷淡。他们出来参加美女局的时候，就是那种像高冷男神一样，知道吗？你们所谓那种捞男，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们就是这样的。他们出来如果他想找富婆，他眼里是看不见美女的，美在他眼里根本就不是价值，不是闪光点。所有的美女从他面前过，他都可以无视你。你去向他投射哎喜欢的目光啊，投射橄榄枝啊，他对你都是那种不屑不屑。但是他一到富婆圈子里，马上就变了一副嘴脸。我原来就看过这样的呀。前脚我以为那个男的是什么什么什么高富帅呢，因为他们穿的也很光鲜亮丽嘛，长得也非常帅。然后呢，一堆美女围着，在酒吧里边对别人非常的冷漠。然后我们从他面前走来走去干嘛的，他看都不看你的，他就站在那，他也不跟人喝酒，他也不跟人玩，他就站那站着，一堆美女。结果巧不巧，我第二天去又碰到这个男的了。结果这个时候那个男的旁边是一堆富婆，然后他跟别人摇的呀嗨上了天。我当时人都傻了，我真的人都傻了，你知道吗？但是人家就是目标锁定的极其清晰啊。那你说那他搞事的快不快，节奏快不快？肯定节奏快的呀，对吧？因为他的精力极致聚焦。哎，我真的要去一下洗手间，你们稍微等我一下啊，等我个5分钟。
Hello，我回来了。哇哦，这个软件不能小窗，居然还有4000多个人在这里等。我现在好多了，但是不确定待会儿还会不会去。我现在好多了，你们看得到我背后的天空在微微发亮了吗？看到了吗？看到了吗？刚才还是黑的，现在它已经泛着白光了。我又陪大家从晚上走到了天黑，从晚上走到了天黑，想死我了，5分钟就想死我了是吧？我主要是没休息好，知道吧？没休息好，整个人的状态呢，就是有点我跟你们说，其实我就是要靠睡觉。你们看我每次能量满满干嘛的，我就是得靠睡觉。我睡不好，我整个人就感觉很难受。我每天真的要睡10个小时，我不睡10个小时，我老觉得自己好像生病了一样。有时差吗？对呀，我现在这个地方是凌晨的，也不算凌晨了吧，现在是6点50了。现在是早上的6点50，现在是你们国内的10点50，对吧？来下一个。哎，琪琪 Hello，你好，你好。哎，你说。琪琪能听见我讲话吗？可以，你说。那我先介绍一下我的情况，然后我是在超一线城市，就是某大型企业任部门领导的职位，今年32岁，然后身高172，长相身材能有个7到8分吧，然后毕业的学校也很好，属于国内的211、985的学校，然后在这个城市现在也是有房有车，原生家庭条件也不错，然后也有一定的资产。我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几个月前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男嘉宾，他是那个国内某知名企业的创始人，然后人年轻有为，长得也不错，主要是很有涵养，性格也很好，就是方方面面都很优秀吧。就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他也没和我说他具体的真实的情况。约了几次会议之后呢，就彼此之间有了明确的好感。他就和我说了他的一些个人情况、工作、学校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但是他在公开场合也一直没有说我是他女朋友，就是他和他身边的人，都是说他现在只是在约会，然后谈个恋爱，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公司是做这种全球方面的业务的，然后国内的这个分部也很多，所以就是我周末的时间一般都会去他所在的城市，就陪他边工作边旅游吧。然后前段时间我过生日，加上这不是刚过完圣诞节嘛，他也就是会陪我过节什么的。我现在就是想说，我和他这种关系在他那里到底是什么样的定位？然后如果后期想长期发展，我应该怎么做？你每个星期去他那里过周末？你们城市，你过去是怎么过去啊？就是他给我买机票，然后我就飞过去。就是因为我现在在北京嘛，不，就是这个城市，然后这个和家人住在一块儿，所以确实再加上他工作也一直总是在出差，我们可能在现在所在的城市也没有办法就是做到那种正常的相处吧，就没有那个空间。每个星期给你买机票飞？差不多吧，但他也有回来的时候。然后呢？你们俩每天都联系吗？对，每天都联系，每天晚上打电话吗？也打电话。你能肯定他是单身吗？我能肯定他是单身，就是我现在就觉得我有点上头，但是我就是我一上头我就看你的视频，就是希望自己能保持清醒。我就是不是，觉得这个，您说。他是单身，我指的是你确定他没有其他的女朋友吗？
我觉得他应该会有。应该会有。那他有给你付出过什么吗？有的，就是他在跟我确定关系之前，包括就是我们确定关系之后，他都有给我送礼物，就我也没有主动跟他提过什么要求，但是他都是那种出手很大方，然后就主动给我送一些比较贵重的礼物吧。嗯，然后你每一次过去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他的朋友参加他的朋友的局，还是说每次过去就是你们两个人比较多？我有提到他的公司，就是他的公司的这些重要的一些合伙人，包括他的一些朋友，我都有见过。你见过，但是他只是说不会去介绍这是我女朋友，是吧？对，只是说啊，嗯他是我在约会的对象，然后我还挺喜欢他的，嗯诸如此类的。嗯嗯。那你觉得这是什么关系呢？这不都是字面上的关系吗？啊，对，但没有疑惑点呢。是因为我之前看过你的这个，就是视频上面就说这种社交软件上的人嘛，然后发心一般也都是玩一玩，而且他确实就是之前跟我有坦白说他也会出去那个社交的时候也会出去 PC 什么的，所以嗯，我你也不你们在一起多久了？2个多月吧。2个多月，2个多月，每个星期每个周末都见。对，嗯，然后他那你这个他事情有的时候，没有什么，不是？等会儿，美女，你们这个嗯，事情不就是很正常的一个在就是谈恋爱的关系吗？一个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关系。对，你就你在这个是一个点上应该很清晰呀，没有什么可疑惑的呀。你问的什么问题啊？你问的问题我就是我们俩啥关系啊？我问的问题是，这种关系有可能会变成那种长期发展，然后就是可以往婚恋方向走的关系吗？可不可以往婚恋关系方向走这个事儿，我跟你算一卦啊？嗯不是你上我这来是求什么来了？求个心安，让我给你摇个签儿出来。你们嗯不是就是正常的在处吗？啊，一个什么很有光环的优质男，然后呢好像是单身，但是呢他没有对外宣布我，那么很清晰，他没有对外宣布我，那么我就不是唯一嘛。是就是说这个我还是在审核状态当中嘛。那审核来审核去，这个人他到底会不会结婚，或者说会不会跟谁结婚，他对于任何人来说，他都是一个未知数。你们每一个人参与这个游戏的都是在赌嘛，是这个不就是这个事情的本质吗？是你干嘛要上我这来寻求安慰呢？因为因为我心里是很清楚的，我跟他这个关系就是不会是个长期的关系，但是我又很想把它变成一个长期的关系，我现在就有点执念拧巴。对，不跟他相处的每一个女的都跟你一模一样，是吗？那你给我一个理由，如果他是单身，他找的任何一个单身的女生，为什么不跟你的想法一样？为什么大家不想把他变成一个长期的婚恋对象？嗯，然后其实就是我这种情况，我觉得我的就自身条件，就是也不能说特别好吧，但是就是，如果我正常想寻求这种婚恋对象的话，我是不是就不应该跟他再有什么接触了？因为毕竟我年纪也在这儿，也你多大？30多了嘛，32。你30多啦？对，你年薪多少？我年薪正常的工作收入的话是30多，然后加上额外的话，大概一年能有50多吧。放弃吧，那就，哦，那就放弃吧，好不好？这个时候了，咱已经不适合做梦了吧？嗯，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恋爱谈的不亏呀。你反正都30多了，你早干嘛去了？你是一个很着急婚恋的人吗？我就是不着急，但是你家人不着急，催的，你也不着急婚恋，那你干嘛呢？就是因为家人有在催这个事情，然后，再加上我的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的环境都比较传统，所以就是，啊，我跟你讲是这样啊，我就跟你讲清楚，
婚恋这个男的不可能。那如果说你只是谈恋爱，我觉得这男的不亏，这就是我给你的结论。是的，是的，因为我觉得他还是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舍得付出，然后就是他到底付出情绪价值多少？你提供。能不能给我个数啊，大姐？呃，大概2个月有20多吧，就平均1个月10万多。别想了，别想了啊，别想了，这大方多我难，这不是很清晰的个事儿吗？别想了。好的，好的，行，然后我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好，拜拜。拜拜。我说每一个跟他接触的女的都想把他变成长期对象，对吧？他跟我说啊，会吗？为什么呢？啊，真的吗？一个年入30的女生，一个男的一个月给你付出10个 W， 这个男的他在这样的女生眼里，他在哪一个这个世界上哪一个这样的女生眼里，他不会成为一个想走婚恋的对象呢？啊，请问哪一个女的看到这个男的的时候不做这个梦呢？不想把他据为己有呢？不想把他变成自己老公呢？对不对？凭什么就你想，就你发现这个男的是个金子了，就你发现这个男的是个黄金单身汉了？不是这样的吧？你觉得好的东西大家都觉得好呀，凭啥他出来玩刷软件干嘛的就认识你一个，看上他的女的就你一个，他出来玩的就你一个，现实吗？对不对？不现实的一些事情嘛。这种呢，就是一个租赁逻辑，对不对？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给的都是正的，对吧？我跟别人谈呢，反正呢还搞不到收入，我跟这个人呢，不管谈多时间，谈少时间，都是我的额外收入，我只当是多搞了一个项目，对不对？你说我的水平只能够买帕萨特，但是这是个劳斯莱斯。你说我每天虽然平时坐的都是帕萨特，但是我每个周末还是可以去租一租劳斯莱斯，不亏嘛，对吧？是不是不亏？所以说就不要有执念，你不要对于现在完全超负荷的这个人这类生活有所执念，把它当做是你工作当中的礼物、惊喜和甜品，对不对？每周尝一尝，每个月尝一尝，甚至是1年尝一尝。我1年我只当是去了一次欧洲游，对吧？这个人他1年出现一次也不重要，他1年出现的这一次就是等于我这1年发的那回年终奖，是不是的？你们这样想问题啊？因为你要这样想问题，你就会逃离出这种执念。我好想拿下他，我好想得到他，我好想跟他长相厮守。你好想，你好想，你配吗？对不对？但是谁还说，哎，我攒个3年5年，你让我出去豪华欧洲游一套，我总是可以游一下的呀。你这样想你就很配，对不对？我努力的生活不就是为了1年能吃上这一口米其林？哎，你这样想你就会觉得你很配了，这个就确确实实是配，对吧？这是你的努力应得的。要不然的话，你老拿自己那个30万的年薪去够人家那个上市公司，你是咋够呢？还30多岁，30万年薪非要够那个上市公司，然后非要跟我说啊，应该只有我喜欢他吧，他应该只对我这样吧，他应该对我跟对别人不一样吧？依据呢？对不对？没有依据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像你们有的时候，我说男人这个分门别类是这样的，有的人他是可以长期平稳持有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炒短线的，有的人他可能就是个突发型事件，有的人他可能是一个长期稳定，但是频次很低，这不一样，对不对？干嘛非要每一个人都上升到同样一个点位呢？每一个人都要变成我老公，每一个人都要变成我男朋友，不要这样，这是有点看不清自己的表现，对吧？你说你现在1年挣30万，你说我就要买劳斯莱斯，我非要买，我开着那个劳斯莱斯我就跑，别人搭不搭理你，勒不勒你，对不对？
来，大家那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目前呢，每周3场都是在这个单一平台定时定点开播，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金贵的社群和我们的朋友圈，你们能够在每一次开播之前看到我们发的直播通知，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语音咨询、文字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啊。还有没有买金贵的关系正版课的宝宝，一定要去下金贵的关系正版课，加入我们金贵的社群。金贵的社群就是我们的终身大本营，好不好？闺蜜圈这次来玩，对，这次来玩就是我们闺蜜圈的小姐妹自由报名，大家自己报名自己组团的。然后我们的小姐妹都说她们从来没有参加过这么开心的团。来下一个，雷打不动直播，对的，这不仅是我的事业，也是我的热爱呀。你好，曲曲。你好。这么快就连到我了啊！然后我先说一下，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也看你的直播，看你的课程看了挺久了。然后我今天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吧。就是我今天想咨询的问题是我未来发展的问题，包括择偶和事业。我的基本盘是呢，我今年30岁，是小城市，家庭普通，然后本科也普通，然后我在1线城市做过模特、余波，然后拿过选美比赛的冠军，身材跟长相应该还可以吧，就出门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一些街头采访啊、街拍都会主动拍我，然后每次出门也肯定会有男生加我。然后呢，我的经济情况是，我在2线城市有2套房，大概300-400 W， 然后现金有300 W， 但是房价跌价的很厉害嘛，投资的时候好几年前投资的是高价，然后现在就是卖也不太好卖。然后呢，我现在目前呢是在YC， 然后呢现在比较迷茫。我觉得就是马上是离火运了嘛，是女性的时代，我觉得你是我们女性成长道路上的旗帜和标杆，所以我就想在这个时间节点规划一下我下个10年吧。然后呢，我大概说一下我的平时的一些生活，就是我的米呢大多数是花在自我投资上，一些学习班呀，以前包括上过表演啊、播音啊、服装设计啊那些，然后包括我从脸到身材我都全都有整过，然后也会买一些大件珠宝钻石，然后驾照我是刚拿到驾照，所以目前还没有买车，因为我一直比较晕车嘛，然后所以驾照又考得比较晚。然后呢，现在就是我的生活圈子的场合遇到的人基本上都是短则，然后我又比较慕强，我喜欢的那种人呢，对我可能他就是短则比较多，可能人家不缺嘛，然后我不喜欢的那种，可能他就要够着点我的呢，我又觉得人家经济实力可能我有点看不上，然后还有一个是，可能也到了这个年纪，也接触了很多男生什么的，就感觉现在越来越厌男，就是越来越，就可能我看到这个男的，我就大概有个画像啊，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没有兴趣跟别人打交道了，就还是有这种情况吧。然后最后一点呢，是我有想过要不要出国深造，但是第一个可能我感觉我年纪也比较的大了，然后再加上我又确实又不是很爱学习，就感觉自己不是学霸那种，很擅长考试，擅长读书，所以我现在就我的问题就是这些吧，然后想听一下你的意见。其实我是建议你啊，彻底的放弃走雌竞的这条心，彻底的进学术轨道。你如果说在一个厌男情绪里，同时自己又30岁了，
然后你还干 YC， 你这几个行为都是非常的，就是不自洽的。你在这样一个状态里头就会活得很拧巴，而且拿不到结果。所以你一定要去做让自己觉得内心自洽的事儿。然后呢，首先降低你的物欲，降低消费水平，进入到创业轨道，或者说进入到职业轨道。因为你的那种搞一生搞满这种状态，其实呢一直以来都是你可能在有一点走雌竞的这个状态里头，想要别人看到你更高的身家水平，为你投入更多。但是你现在的这个时间阶段，你一定要想好，接下来你走雌竞，你还有多大的机会，而且你的内心还有如此之大的阻抗。然后就是因为我现在走创业跟雄竞，我不知道走哪条赛道，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做这方面，可能我赚的米大多数，比如说像做余波也好啊，做模特也好，大多数可能都需要靠男人给吧。我给你打个比方啊，人呐，差异在哪儿啊？差异其实就是这个动脑子的路径，他给自己目的地的规划不一样。我给你打个很简单的比方，为什么你做了余波啊，结果呢会去做什么？你刚刚还说了几个什么职业啊？就是那时候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做过模特呀那些的。为什么做了模特你就去做余波了？为什么做了余波又去干 YC 了？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其实走的所有的这些事儿啊，它都是在这些事业轨道里头的最基层部分。如果说一个走雄竞的人，我告诉你啊，他是怎么走？他是怎么做呢？他干模特，他就想去干经纪人；他干了经纪人，他就想去干模特公司。他如果说做主播，他做了主播，他就想去做工会；他做了工会，他就想干 MCN。如果说他是干 YC 的，他今天干 YC，他下次他就干妈妈吧，懂吗？就是你们的脑子为什么它是在平移的呢？一下从这个坑跳到下一个坑，跳到下一个坑，但是这些坑彼此之间呢，它没有，就是它在你的雄竞轨道上是没有晋升的。是的，是你所有的坑都是在雌竞。我懂你说的意思，因为我之前有做余波的时候，身边也有人说，就撺掇一起开工会嘛，但是他们就是做了就赔了，然后就是就可能是自己能力不行吧，还是什么，我不懂。很多的东西，它是在你一开始的那个发心上面就已经决定了你的风险，你明白吗？做余波是我做的第一天开始，如果我就想的是干 MCN， 我才会这么走。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动作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个动作不一样在哪儿啊？你的朋友是什么？他看到干 MCN 赚钱，或者他看到干工会赚钱，他就说：“哎，那我就去干工会吧，我就去干 MCN 吧。”夸一干一个赔，明白吗？但是如果说你的发心在你干第一天的时候，你就想我的未来我是要做 MCN 的，那你会干嘛呢？你可能就会去找厉害的 MCN 去看、去观察、去学习。你可能就会去搜罗有可能未来能够加入到你的工会当中来的人。在你在做主播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的目光跟别的主播锁定的目光就不一样了。别的主播他每天都在想，今天这个大哥为啥又不来了？我要去找这个大哥，我要去跟大哥谈恋爱，我要去跟大哥见不见面。别的主播在想这个，但是我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要做一个工会的话，我现在目前所有我认识的女生里，谁能加入到我的工会呢？工会到底是怎么盈利的呢？这些人他的盈利到底是靠什么而来呢？就是你虽然在做的同样一件事儿，但是因为你的发心不一样，你每天动的脑子不一样，那么最终你的终局它就不一样。就算我不能独立的做一个工会或者做一个，但是起码因为我每天在看这个，我是不是我容易发现这方面的机会跟橄榄枝呢？我不跟那个从零起步的人干，对不对？我如果自己有一个小的团体的时候，那么我能不能拿着我这个小团队去跟那个有实力的大的 MCN 机构去合作呢？就是你们其实是没有在这个职业晋升轨道上思考过，知道吗？
那你说你其实叫什么？我们看似啊，每天教大家啊向上社交，向上做的，我们看似好像在搞刺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在用一个做雄竞的野心跟谋略在搞雌竞？为什么呢？我们教别人走雌竞的时候是怎么走的？这个男的，对吧？我会去规划，我1年、2年，或者我要在你身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对不对？那么我其实是在这样子规划的，我不是说今天这个男的，明天那个男的，后天下一个男的，你每天在一个普通的坑里的平移。我们是什么？这一个人，我首先把他看准，对不对？这个人如果说他的整体身家水平1000万，我的目标可能是200万。我跟这个人在一起谈恋爱，可能我觉得他能给我的就是这个数，但是他给到我这个数了之后，我会不会因为哎呀温水煮青蛙了，哎我有点不敢撒手了，我没有社交了，我会脑子里出现这些问题吗？不会，因为我在跟他在一起的第一天，我就想好200万我就撤。所以说我到200万这个节点了，我就自动转移到下一个阶梯里头去了。因为我到200万这个节点的之前，我不像有的女孩子，我一天到晚等着她啊，每个月给我给，我不是的，而是我的布局，我的发心在哪？我的布局，我的发心是在于我的规划是，可能我们一开始不会想着我能干上亿，但是我一开始想着啊，我这一生我怎么也得有个1、2千万吧，我会怎么做？这个人只能给我200万怎么办？我是不是在这个期间我还会不停的社交，不停的拓圈？那么我还是会不停的去该干嘛干嘛，但是到200万我肯定就撤了，我不会想着我恋爱脑了，我上头了，我要把你据为己有了，会吗？不会，我要不就下一个坑了，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你要明白你的脑子有没有往这些事情上面动过，很重要。是的，我感觉我确实有点走 Z 字形，就比如说我老想当个女强人，但是我当时我觉得哎呀有挺累的，要不靠一下吧。我们时间到了啊，你还女强人呢？你啥时候女强人过呀？还女强人呢？女强人你都不好好干事业。那你觉得我现在要读书吗？去国外读书，最后这一不能读，但是不能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偷懒的借口，好吧？啊，我们时间到了啊，好的，需要你去下好吧？拜拜。你们是不是很多人？我刚刚说的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干的一个东西，对吧？其实雌竞、雄竞，它都可以用雄竞的方式、方法跟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底层逻辑叫做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赋能。最终我不管是在看似是在靠男人，还是看似是在搞事业，但是最终我都是为了让我这个个体更上一层楼，让我这个个体变得更强大，让我的精神内核更稳定，让我更有信心去面对将来的一切挑战，对吧？这个是怎么达成的呢？是我无论跟男的在一起，还是在搞事业，我都是在有阶段性的在规划这个人他的天花板在哪，或者说这个事业他的天花板在哪，对不对？当我干到这个人的天花板了，或者干到这个事业的天花板了，那么我就要转移到下一阶段了，对吗？是这么一个概念。你们绝大部分的女孩子走雌竞，最后走的就是很被动，走的让自己觉得啊，我的人生很没有掌控感，很无力，我每天都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的生活不受我的控制，对不对？是不是有很多走雌竞女孩子是这种感觉？每天吃了这一顿又愁下顿，看起来好像每天都在纸醉金迷，过着很奢华的生活，但实际上她永远都在为着将来而担忧，对不对？为什么？那就是因为其实你没有从第一天你就看明白。你想想看，如果你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的第一天你就想好了，这个男的他的实力是多少，我跟这个人在一起，如果我能拿到200啊，我觉得对我现在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对不对？拿不到我也要撤，拿到了我也要撤，对不对？我拿不到我要做时间止损线呢，
我拿到了，我就是止盈啊，对不对？拿不到叫时间止损，拿到了就是止盈，为什么呢？因为它就是这么大个锅，对不对？而不是无谓的在这样的关系里投入感情，然后到了最后啊，这个人他已经没有续航能力了，我干嘛呢？我要不要再等一等？我要不要再赌一赌？这不是我们的思考路径，知道吗？这不是我们的思考路径。除非这个人他特别特别的厉害，但是特别特别的厉害的人，你一开始你搞不定，是不是？因为你是不是还得把自己往上包装啊？你得把自己往上台阶啊，所以你才能够一个又一个更高 level 的人呢。做事业难道不是一模一样的吗？对吧？做事业是一模一样的。同样的，在东京银座做这个叫什么啊？他们那个工作，对吧？陪酒，有的人他就能最后在东京银座开店，是不是？甚至有的人他以后能在日本做房地产，对不对？他其实有什么区别呢？本质上来说，你就是做一个最正常的一个职场，它不是一样的吗？有的人他进去干活，他就是干活吧，就把这个活干明白吧。可是如果你进去的第一天，你想的是什么？你站在这个楼外面的时候，你就想，你说这个老板他是怎么得到这栋楼的呢？你进去的第一天，你的脑子里边你就是这个问题，是吧？难道你稀里糊涂进去啊上班吧，打卡，下班打卡，滴，是吧？你每天上班啊，干活不想干，干吧，啊，干什么好干？这样，它的终局是一样的吗？绝无可能！我告诉你们，如果你来到这个楼的第一天，你看着这栋楼，你就在想，这栋楼是怎么买下来的呀？这个老板是怎么拥有这栋楼的呀？如果你脑子里在想这个问题，就算你搞不到一栋，你也一定可以搞一层，明白吗？因为你脑子动的脑子跟别人不一样，你脑子里想要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所以说你的方向，你前进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的发心决定了你的终局。我经常跟大家说，同样一个动作，在不同的发心之下，完全会决定不同的终点，对吧？我也是在找男的要钱，他也在找男的要钱，我也在这里上班，他也在这里上班。我告诉你们，什么决定了你们命运的不同方向？就是你进去的第一天，你的脑子在动什么，懂了吗？没有所谓的什么运不运气，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准备是什么准备？是思维的准备，思想的准备。因为你的这种思想，所以导致了你的目光锁定在什么地方，你的精力聚焦在什么地方，你会对什么更感兴趣，你会更愿意跟什么人接触。人家所谓的正能量法则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没有那么玄乎。什么叫做你们就是有听过很多人，他们不是看那些什么正能量法则的书啊，这个那个，他们其实说起来说，只要你想就一定能得到，只要你敢想就，其实它是什么？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但凡起了这个心，动了这个念，对吧？那么他将后来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他的目光、精力都会锁定在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他的行动就会无限趋近于这个思想，对不对？我就想当有钱人，怎么办？我是不是得跟有钱人接触？我就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变有钱的，我是不是得去观察他？他在说什么呀？他在做什么呀？他在跟什么人玩？他这个项目是怎么盘活的呀？对不对？你脑子里是不是就开始动这个脑子？那你说是不是我说的目标锁定了，我不一定能完全达成，但是我一定离他很近。他能干100个亿，我怎么能干1个亿？对不对？我不用很聪明，不用很聪慧，不用上天给馅饼我，不用我砸到那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机会，只要我的目标锁定的对，我达成一个他的什么1%、10%的这个，难道达不到吗？达得到的。
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内核，这是我想让大家明白的一个点。做什么不重要，发心大于动作啊，好吧？这个表是什么表？你看我上了一个厕所之后，我精神焕发。这个人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啊，然后什么都是蔫的，知道吧？我这个是不是那个，好多人以为是理查德，不是理查德米勒。我这个表是宇舶的那个彩虹大爆炸，彩虹大爆炸。我很喜欢这个，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讲点科剧，因为我原来不是去学那个奢侈品鉴定嘛。然后去学奢侈品鉴定的时候呢，老师就教我们鉴定那个就是劳力士的表嘛。当时我就爱上了劳力士的彩虹笛。劳力士的彩虹笛，老师就说那个表为什么不好仿啊？就是说那个表呢，像他们是能一眼看出真假。当然讲了很多表盘里面的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呢，反正我们就不说了，因为那些东西都相对来说会比较明显。但是它最不明显的一个点，也是这些最不好仿的一个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说它用的那个彩虹笛的那个钻呐，它每一颗钻之间，它不是一个渐变色嘛？对不对？彩虹笛的钻它是个渐变色，如果是真的正版的彩虹笛，那么你会发现它所有的石头的渐变之间没有断层。首先，珠宝的镶嵌工艺啊，那就不用说了，本身镶嵌工艺它肯定就是好的，石头的选择也一定是最优的。就所有的这些石头，所有的这些奢侈品，它上面用的钻，对吧？用的宝石，它一定都是选的净度最好的。那么它这个彩虹笛呢，因为它的颜色是彩色的，所以呢，它的渐变是每一颗之间，它都是逐渐递增、逐渐转变，之间你看不到断层。而且它的石头肯定是最好，石头最好这个不用说了，石头最好颜色不断层。那么它这个呢，就要一颗一颗的去精心的挑。到处找，所以为什么它这个彩虹笛它们的数量就不会那么多？我当时去学这个呢，我就因为它的这个说法，一下子就让我非常喜欢这个彩虹笛这个表。但是彩虹笛这个表呢，它被炒的太贵了，它的工价其实可能才60几啊，还是多少？但是彩虹笛现在卖的非常的贵，可能得200。那我就觉得划不来。后来那天呢，我就出去逛，我就随便逛，结果随便逛呢，我就逛到这个表了。我就把这个表一看，这个表它是叫彩虹大爆炸嘛，然后它里边的那个渐变色也是哇，做的特别的好。你们看它这个，是不是它这个颜色做的特别好？就是我很喜欢这种，就是这种很艺术、很美感，然后又很有工艺感，很细。我觉得它很细，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表。而且呢，因为它又没有炒嘛。这个表没有被炒起来，它就是可以公价可以买得到，公价可以直接买得到，店里面可以直接订得到，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表。啊，来下一个。这个表还有圆的，也很漂亮。如果说不像我这种有点阴气的女生啊，如果是比较柔美一点的女生，她那个圆的也很好看。这个多少钱？60吧，好像。保不保值？但是最重要的是自己喜欢嘛，好吗？喂，雪听得。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哎，你说。听得清楚吗？你好，哎，我关注了你很久了，然后也谢谢你在这么多年给我的一些能量。然后我今天确实也是发生了一些变故，所以我没想到第一次想连麦就连到你了。然后我之前也是一直在做1v1。然后我的情况是这样的，我是新一线城市，然后我基本盘是31岁，然后一份工作是在级别比较高的一个研究院里面，然后另外一边我是自己也开了公司的，然后年入大概在100吧，然后我自己也是
那个全球 top 10的。我先生那边也是，但他是南方那边，是富二代，属于富的很早的那种，就是90年代可能就是上亿的现金，然后家里现在是上市公司。然后我们相处了2年了，我们有一个，我们就是机缘巧合，长辈介绍，然后我们就认识3个月就有了个蓝色宝，然后也一直很可爱，一切的东西都特别好。但我们俩的就属于那种倒着来的，就是属于先有了宝宝，然后再谈恋爱，再怎么样。然后呢，我们一直没领证，是因为其实男方最开始提过在生孩子之前，但是因为我不想要有那种，因为当时因为男方跟家里的关系特别不是很好，然后我又是相对传统的，我就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经过家长的允许之后再去做这个事情，然后一直就没有等到他和家里关系变好，然后跟男方在一起2年嘛，宝宝不，对，1年就是1岁，然后他，我就没有想到他跟家里关系那么不好，2年他就完全没有联系，但是公公婆婆这边对我就特别特别好，然后我其实跟他相处是在一起的时候是非常开心的，我能感觉到那个流动。然后他呢，但是呢，他总是要强调自己不开心，然后大概就是4个月一个周期的就跟我说要离开，然后我呢，其实一直都没有去做明确挽留的动作，因为我其实内心就是想说，留不住的，如果真的要走，所以但是我每次就内核很不稳的时候，我都会1v1找我老师，就去沟通，他也是这么。然后呢，我们昨天就没有想到他真的走了，就是就他把东西都收了，因为上一个周期可能是12月初的时候，他就问我开不开心，我说开心，然后他就说他说他想跟我说个事情，然后他说我还没让他走，我就说我就说你是不是又要走了？然后我就直接起来去帮他清东西，然后那天我就把东西都给他清了。其实我也知道自己冲动了，后来我也没做完我就走了。然后可能我们又相处了这3周以后，他昨天就走了。然后我其实一直到现在我是没有多做什么东西的，因为我还是懵懵的，所以我就想说来问问曲曲。然后我也跟我婆婆说了，然后婆婆就一直就是想说，就是去挽留他要他回来。然后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曲曲，我应该怎么做呢？我没太明白，你们俩是没领证儿？对，是的。没领证的原因跟他跟家里关系不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好像没关系吧？是这样的，就是最开始他说领证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一定要父母同意，然后后来他一直都没有跟父母2年都一句话都没说，信息都没有发过，所以我就一直也没有去接这个事儿，我们就没有再谈这个事儿了。妈呀，你好愚蠢呐！你的这种自尊心好无畏呀！你都愿意跟别人未婚先孕，你在这个点位上你不推着去把证领了，你的这种自尊心，你的这种高傲好愚昧呀！没有，因为当时一切都发生的太快了，然后快啥2年嘞，小姐？对，就后面就再也没提过这个事情，我也没提过这个事情。那你为什么不提呢？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你很高傲呀，你很傲气啊。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说严重的大于对于他的重要性吗？明白。你在等着别人主动啊？你等着别人主动去推进这个事儿，凭什么呀？因为我也没有经验吧，我觉得对我自己觉得一切都太快了，然后他们家又对我很好，然后中途。小姐啊，我谢你啊，我请你颠覆一下你自己的认知好不好？你能不能把你自己的这个认知重新洗一洗啊？你这样的话，你的人生会活得很累的耶。
我明我们白，所有想要的东西是我们自己争取来的，不是等来的，不是等别人送到我手上的。我明白。就是你永远都是在啊，你要干嘛啊？去吧，啊，随风逐流吧，啊，随风走吧。你干嘛呢？你这样能到你到什么地方？你就是一叶漂泊的浮萍。因为之前我也有跟老师聊过，然后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也不建议我先去领证，因为男方其实就是一直能量很低，然后其实弄得我心情经常很不好。那么你是想不跟他在一起了吗？我就是一直没想明白这个问题，因为我的担心就是我的，好 ，OK，这样啊。如果说你并不确定你对这个男的感情，那么对，这个事儿就简单了。嗯你不确定对他的感情，你就不用搭理他了，因为他爸妈是老板。嗯如果你只是觉得他们家条件也很好，对吧？然后呢，反正呢，他儿子也是个说白了是个废太子。这样的话，那更简单了。你跟他的父母属于直接对话，你有这2完，你年都是这样，直接就是儿子不姿态自居就完事儿。这2年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对呀，但是我也觉得说通过，不用思考这个男的，不用思考这个男的。你想谈恋爱，你就去谈恋爱；你想跟谁在一块就跟谁在一块；你想干嘛干嘛，你不用把这个男的放在你的考量范围之内。明白，但是啊，我告诉你，你的性格有严重的问题。明白，因为你对这个男的也是这样的状态，那么我就可以判断出你对于他的父母也会是这样的状态。我告诉你，在这样的家庭关系里，你不争取，你就什么都不会有。明白。因为我现在也是因为其实我跟公公婆婆都相处得很好，然后我能感觉到他们，因为他们经常给我一些是我先生都说，他父母不给他的，就可能说要给我买个车或者给我打个红包，可能都是给他的数额都要大，然后我就在想，是不是在这一块让他就是有一些不找事儿啊，看问题啊，看重点。你思考的这个问题毫无意义。明白。那我现在还需要挽回他吗？不需要啊，不需要啊。我都说了，他就住在我对面。我对这个男的，我为什么跟你说领证要干嘛干嘛，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认为我一定要把这个男的绑定，我要把他的感情搞定，我要把他的方方面面搞定，那么能够让我自己的位置更稳。我要确定的是，我不会离开这个男的。如果你确定不了这件事儿，那么你就不用理他了，你就把他当空气就完事儿了，他就是空气。是因为之前老师跟我提的建议就是说，等孩子2岁，但是我就没有等到那个时候，我经常就被他弄得就是有点烦，所以后来就跟我说我的内核可能也扛不到那么久，那就早一点去聊开这个事情。但还没有等我聊开这个事情，他可能这2天他昨天就直接走掉了，给我留个信息，但是说之后会还是会经常联系，然后要一起抚养，然后就是这样子。这个男的你不要理了，你不用管了，好吗？你不用管了，让你累一时也会让你累一世，你别管他了。你就只要学一件事儿，找公婆开口。明白。你别什么东西等。我跟你说，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你公婆可能为了能够通过你联系他儿子，也许会主动性的做一些事儿。但是如果他儿子不在，你就必须主动起来，你不能被动等。明白，谢谢曲曲。好的，谢谢。我上次我参加那个我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有一个女生，她说她老公有一天突然离家出走，然后到现在为止已经4年了，她都没有见到过他，而且不管跟她老公发什么，她老公都不回，怎么找这人都不理有的人他就是
他就是内心非常的不正常，他承担不了任何的责任，他承担不了责任，承担不了压力，他惧怕，他对所有的一切他都是惧怕逃避，都是这样的。他没有这个，他的内心他就是只能云游四海，知道吧？这种人他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就是有的，他承载不了。当有压力有任何的东西到他身上的时候，他马上就跑。真的就是人间蒸发呀，彻底人间蒸发。所以说啊，有的时候呢，你们如果跟一个人迅速的在一起了，不清不楚的，然后呢，或者是带球啦，搞这搞那的，那你真的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哦，对不对？承担这个男的会不会是 gay 呀？啊，他会不会身体上有什么问题呀？对吧？他会不会是这种有可能承载不了任何责任，会人间蒸发的这种人呢？那你是要承担这个风险的，因为你对这个人了解并不透彻，对不对？这个还是目标感太弱了。刚刚这个女生她还是目标感太弱了，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完全是我的滑板鞋，走哪滑哪，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样是不行的。我还是会建议大家对自己的人生稍微的有一定的规划，有一定的目标，在目标下面选择你自己的行为，而不要因为情绪去选择自己的行为。善良、软弱、情绪啊，可怜这个可怜那个，同情这个同情那个，是吧？啊，这个是生命，那个是什么？最后呢，最后自己变得非常的无助，对不对？不能这样，你会越活越迷茫的。除非你家里有几十亿的家产给你，啊，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你没有，你看这个男的就是，这男的不就是家里有家产给他吗？所以他知道自己永远都有归属，永远都有港湾，对吧？来，大家把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起来，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然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点一下这个分享的按钮，正中间底下这个分享按钮，分享给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家庭群、闺蜜群，好不好？让更多人可以找到我啊。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服务，我们的咨询。这个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程啊，来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有听到吗？你说。我说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吧。我跟男嘉宾在一起2年多，差不多3年了。男嘉宾是在围的，前前后后大概给我花了有100个左右，不能准确的说每一笔都是私人方式给我的，因为我在他公司有个职位，平时可以捞一下油水，然后有一部分是生活费。他给我租了个房子，在他们家隔壁栋。以往呢，每个月都会固定给我1.5，但是近期4个月一直都没有给我，因为他说他没有钱。不过他确实呢，这1年内生意也不太好，然后他是生意之类的东西我是可以接触的。他的米是在他的女嘉宾1手上，但是我现在有25个左右在他手上，有10给他炒了期货，有15在他公司里面压着。我跟他的相处模式就是每天都会接触，因为距离比较近，他每天如果说不出门的情况下，早上、中午、晚上都会给我打电话，会给我送吃的，或者他做了拿过来给我。然后出去的话，就是我每天都会跟他在一起，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他给我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他会教我东西，但是不会教我很多。因为他懂得也不多。他懂得也不是很多，他打交道呢。也算是吧。然后
我想自己做自己的东西呢，他又好像支持又不支持。他又之前他很不信任我，在家里面装了监控，我前前后后有跟他闹了半年，然后他才拆开。然后我的问题是怎么把我的钱快速拿回来，还有这个人还有没有价值，我要不要离开？等于说你们是个啥呢？就是你给他本金，他给你利息，知道吧？你们俩是这个模式的，对不对？相当于你借钱给他，然后他分期付款还给你。他现在不给钱了，是不是因为你放他的钱，他觉得他已经还了一半了？就是我会，怎么说呢？这个钱是等于我打到他公司里面订货的，这是有财务的，就是群里面有财务的。这笔钱我是可以拿回来的，但是他就一直跟我说现在是拿不出来，其实他是有的，我知道的，就是暂时就是不想给我。然后我现在是啦，我跟你说的就是这个男的的逻辑，就是这个男的，找你借钱，就是找你借钱，然后每个月分期还你，每个月还你点利息加一点本金，然后呢还到现在不想还了，就这个逻辑。你们这个逻辑，你再问我有没有价值？你说有没有价值？那我怎么可以把这笔钱拿回来呢？但是现在我们的你说，找他要啊。他说过年前会给我，那就天天要啊，赶紧要回来，赶紧掰呀，还想啥呢？我的妈呀，你可真牛掰呀啊！你这个遇了个资金盘有啥区别啊？遇了个输出盘有啥区别啊？把你的钱先拿过去。我在遇到他之前，我就等于是身无分文的那种，我就觉得吧，说也是等于他赏口饭给我吃，然后各方面也比较信任他吧。现在是不是搞的都搞回去了？算是，然后我还买了台车，然后房租现在每个月还有车贷什么的，都是我自己在那个，但是他平时也会有给我转钱，我说没钱了，他也会给我转。现在还转吗？转，就是之前每个月就是1.5的生活费嘛，然后这里面就包含房租、车贷，但是这些就除了这些，他还会给我转个1-2万，就是我说没钱了，我要零花钱，他就会给我转。那你就现在天天要噻，你要就转，你还不要？好。然后我还有问题就是我年龄比较小，我想怎么样可以学点东西，或者我有什么学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能帮助到自己。你多大啊？我01年。01年，你这快点跟这个死男的拜拜，就是帮助你自己的。就是我拿到我知道了，我赶紧跟这个死男的拜拜。是我拿到了，我之后会走的，但是我的圈子就是很普通，然后我也没什么学历，我怎么能让自己更优秀一点？圈子很普通，就出去认识人，学历不行就去读书。好不好？咱们不兴买彩票，也不兴许愿。好的。这个人不行就赶紧换。不要耽误时间，而且你找他要钱，也找他要钱不影响，你先拜拜再要钱都不影响，我告诉你。好的。没有什么学习啊，好的，学习。没有什么问题了。哎，好，就是这样。15个搞了这，15个搞了那，45个搞了这，你们听起来很有钱的样子哎啊！你们听起来很有钱的样子，你们是这男的天使投资人吗？啊，这里15，那里15，那里45的，然后呢，每个月给你给15000啊，15000一个月，1年下来才多少钱？才多少钱？20万？20万有没有？20万没有，那你给他的钱够他给你养4年了嘞，啊，够他养你4年了。
都他还利息还4年了，好不好？动点脑子行不行啊，各位？啊，他让你投这个投那，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他帮你投，收益算你的，这个逻辑才对呀。怎么想的呢？好不容易吭哧吭哧的上班弄了点儿，然后哇哇哇的又吐回去，啊？你们这是搞什么自循环模式？是不是搞自循环模式啊？服了，他还说为什么我觉得他只教我一点儿，不教我很多，他懂吗？他教你啊，他懂不懂？他自己都是个左手倒右手的班子，他懂啥？他一年能挣几个钱？他还教你，他倒是想教呢，他教得明白吗？他，哎，把我口红给我包里。哎呦，所以说我说那些小老板呐，天天也就在你们外面忽悠你们这些傻白甜，知道吧？这小老板他妈自己认知都低的不行，真的认知很低的，你们以为啊？没啥认知的，你们要愿意干，比他们都强。你们是输在什么上了？你们是输在懒惰上了，知道吗？女生比男生真的其实就是说，我跟你们说啊。很多人就是这样，在起步阶段的时候，其实男的他就是体能比较好，体力比较好，知道吗？所以他愿意干那些脏活累活。女的呢，很多时候他就总觉得说，哎呀，这些事都是男的干的，这个发心就决定了他躺那儿不动，什么东西都等着别人来带，其实用不上，他们自个儿也啥也不懂。真的，等女的真的跑起来之后，都比那些男的跑得快。你们有没有看那些？你们知不知道那些做夫妻店的，做那些就是小吃夫妻店？我告诉你们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做夫妻店的呀？10个夫妻店里头都是那个女的在卖命，男的想躺平，知道吗？这个女的想营业，男的想关门，想打烊。我看好多网络上啊，他们那些都是什么呢？女的就吐槽啥呢？就是生意爆满的时候，那女的就想说，我们今天就延迟一点下班，对吧？哎，多搞一搞。男的呀，死活不想干，就要回去休息，就要拉闸，就要关门。那店里头啊还人满为患，他就要关门，他就回去睡觉了。他累了，我太累了，搞不了了，干不了了，是不是这样的？说实话，女的是她其实输在哪儿了？她根本她也不是说真的输在体力上了，那些活不累吗？她是输在发心上了。那个男的吧，他反正是觉得他没什么脑子，他只能使蛮劲儿。他先把蛮劲儿使上去再说，他反正大力出奇迹。他使了这个蛮劲儿，他一年总能干成点小生意小买卖，他总能当个小老板。但很多女的呢，她一开始她受的教育跟发心就是觉得女人就不是干这些事儿的，这肯定得让男的出去搞啊，对不对？那女的就在后面这什么贤内助啊，对吧？她主要是脑子没往这上面动。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超一线城市留下来的都是女生，很多男生都回去了。然后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我来迪拜，我迪拜那个房产经纪，我17年的时候就认识他，他就跟我讲，迪拜这几年呐，房产飞速发展，对不对？房价涨了好多，租金涨了好多。然后呢，这些房产经纪最后留下来的全是女的。当初他们刚开始的时候都是男女都是一块儿来的，那个时候都谈恋爱，最后呢，男的全回去了。他的那个经理，当时谈那个男的，然后那个男的呢，可能是江苏那边的，自己家里可能就开了个小厂，啊，其实是反正就是温饱不愁。然后这个女的呢，一年在这边卖房子，一年能挣小几百万。结果那个男的就非要让他跟他回老家。在这跟他卖房子卖的好好的不行，每天呀要死要活，累死累活，他就觉得不行啊，我难受啊，我要回去啊。然后他就非要这个女的跟他回老家。这个女的说，我一年挣几百万，你让我跟你回老家。他老家他就觉得我老家我啥也不用干，我每天躺着，我一年也有个几十上百的这个收入，我在那不挺好吗？其实你说他想的有没有毛病呢？都没毛病，但是我给大家讲的呀，
只是一个现阶段的这个事实。其实女生真的，她要是愿意去奋斗，愿意去努力，她的这个韧劲啊，比男的要强。包括你们知道那个被归了的时候啊，男的女的被归了，关进去了，最后咬死不开口的都是女的，男的都秃噜了，全招了，什么都招了，知道吗？所以你们不要老觉得他们这些小老板出来，这些小老板出来也就忽悠这群一点认知没有的，书没读过的。你们但凡呐读了点书啊，有点认知啊，你们相信我，自己出去稍微吃一点体力上的苦，女生自己主动性的吃一点体力上的苦，你就会发现这个世界要获得一点小成绩，比你想象的容易很多很多很多。那些男的能干的事你都能干，知道吗？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一样了，真的啊。来，下一个。女人之所以没上去，是因为她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她就是不相信自己能做到。这个是我这里只有一个山，没有 Ava 山，你跟他确认一下。没带麦克呀，没有以前清晰，可能是环境原因吧。Hello， 你好。哎，你好，你好。我的基本情，哎，能听到吗？哎，可以。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子的，我自己呢27岁，学历还是不错的，长相身材综合6.5吧，在上海，家庭呢比较普通，没有助力，但是我现在收入呢就是40左右，但我的行业比较冷，然后领导跟我说了，没有裁员风险，但是未来24个月寒冬期，可以考虑一下解决个人问题。我的小领导已经去生孩子了。然后我的男嘉宾的状况是这样的，他是37岁，学历也很好，年收入大概200加，家庭比我还普通，也没有助力，但是靠自己呢，在超一线城市已经有房有车了，虽然是有贷款的啊。然后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已经订婚了，然后因为订婚，他大概给我花了有个70个 W 吧，但是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大额付出。然后我现在的诉求就是想请您帮我集中解决的问题是我到底应不应该跟他继续往下走结婚？原因是这样的，我们交往这1年半呢，中间分过一次是断崖式的，我猜是因为我偶然查到了他给别人买包，然后查了查他，然后呢，我也知道这个人吧，就是挺爱玩的，我不觉得他会是一个什么专一的人，顶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多偶男，也没有啥雄厚的经济实力啊，就是经济顺遂期积累了一些资本吧。但是我这个人吧，就是不查手机行踪，偶尔发现一些小的 bug， 我也不会揪着。我是属于那种，我下定决心分，我再跟你一次性抖了清楚。但是不分呢，我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然后在今年7月份大概呢，我就非常被动的得知，我这位男嘉宾呢，他在跟我复合期间吧，就有各种各样的女生，并且这些女生把他拉了个群来 diss 他，然后大概就是有6、7个。所以我觉得吧，这人就是结婚归结婚，玩归玩，然后我要是真跟他结婚了呢，他肯定外面也是3、4、5、6、7、8、9个吧，但是他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真的去给这些女的怎么花米。然后这些女的，我总结了一下，就一个特征，就是清纯单纯，家境都还不错，然后不是那种就是需要男嘉宾给他们大量夸米的，就是说真诚的话，演老实人，基本上就愿意跟他在一起的。which is 刚刚跟他认识的我。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吧，其实就是我自己呢没有那么高的情感需求，所以我对他不黏。我觉得他之所以最后选择我往下推呢，就是因为我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来的。然后，但是我自己对我自己有非常认真的要求，就是我希望在我的职业稍微冷冻的期间呢，是可以生完孩子，并且我对这个他的要求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不那什么，但是他如果不能把钱留给我的孩子，不能给我孩子创造一个很好的物质条件的话，我找这样的人屁用没有。所以呢，其实我也在担心说，后来等我结完婚生完孩子，也许他莺莺燕燕不断，也并不能达成我这个目的。
还是烂人一个。所以其实我现在有点纠结，就是因为我毕竟也订婚了嘛，婚期其实也定了，我就想听听您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您一直是非常非常清醒的。你发现他几个女生一个群这个事儿，你跟他说了吗？当然没有啦，我演的非常好。没说是吧？对。那你能不能做好跟这个男的拜拜的准备呢？你的内心觉得你能不能接受拜拜这个结果？我实话跟您说，就是我这个人有一丢丢恋爱脑，肯定对他是有感情的。就这个人，其实他除了除了这个不专一方面，其他对于我来说，我刚开始不知道的时候还是蛮满意的。但是我觉得吧，就是长痛肯定不如短痛嘛，大不了就痛哭3个月，是吧？你这要是万一，那行了，那这个事儿还是要挑。你挑完了以后，直接就是让他。现在你是掌握不了他的收入的吧？掌握我们聊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属于那种订婚之前都会把这些事情弄掉的，包括他的房贷、车贷啊，包括他的收入。收入他是同意奖金、工资全部上交到我这儿，但是 这个我其实觉得我跟他商量，就是比如说5万以下我也不管你，对吧？我其实就核心诉求只是说我的孩子起码他要继承这份财产，他有一个优质的环境，你随便买个包啥我也不是很在意，所以之前是这么谈的呀。就还是没有掌握到经济大权嘛。这个总得结婚以后我拿吧？还是说你觉得我现在就应该拿？对呀，就现在拿呀，现在拿这个事儿直接跳脚拿呀。但是你觉得我真的应该跟他往下走吗？就是说我的意思是拿到我就应该往下走吗？那这就是我问的，你既然已经都在纠结走不走了，那么就是用行动推动决策啊。你现在不是有自己的需求吗？你想要在这2年的时间之内把娃搞定，对吧？那现在眼前有这么个人，条件也不差，那现在就是说先这一波先干赢嘛，对不对？这一波先干赢，起码他1年能有200的收入，这个200的收入首先到你这儿。OK， 那您的意思其实是说，假如我跟他要到手了，我其实可以先去解决我目前的这个问题。对啊，是的。那后续也许我们还是会离婚什么，您觉得其实也意思不大，就是无所谓啊。那有什么所谓呢？这人不得靠盘吗？对不对？你先把他的第一道经济大权卡个1年半载的，有娃了，你再天天让他管娃，经济大权卡好，然后让他天天管娃，然后呢再把他10点半把他掏干，3件事儿。他要是还要在外面乱七八糟，那你到时候再看呗，对不对？行进当中找答案嘛。OK， 所以是我还是应该先拿到手，然后如果拿不到手的话就直接分，拿到手的话就先完成自己的诉求。对的，是的。对，我其实并不是说不想拿，而是说我也觉得我应该要管到他的经济大权，只是我觉得结婚以后拿就可以了。看来这个想法也是不对的，对吧？对呀，这个事儿你正好拿到，你现在已经有这个东西，你应该拍了或者怎么的吧？ OK，对，就我有的时候又觉得说我其实还比较年轻，我是不是应该就是放掉它，也不要管这个时间是不是24个月冷冻期。我不觉得。你多大？我27。27不是干这个事正好吗？真的吗？OK。这男的也不差呀，你年收入多少？我年收入40加了。你40加他200，怎么不可以呢？很可以了呀，你还要怎么样呢？没有，就是我就是觉得他，对吧？他外面玩这么花，我是不是200万的要是都拿上来了，你1年只给他留20万，他不可能玩这么花，就是这么简单一个道理。他玩，他也只能在额度之内玩，对不对？他要是能凭着一张嘴出去白批，那你就让他去呗。OK， 那我基本明白了。OK。刚刚不是还说自己恋爱脑，还挺喜欢他吗？啥时候不喜欢了再扔？这不是，我觉得踏入婚姻，一旦真的跟他领了证，我自己好像就有点被动了，所以我就想。被动啥？被动啥？被动啥？有啥玩意儿被动啊？我们这儿有个炒房的女生，手上拿着40多本离婚证。
我们的那个闺蜜圈是吧？每2个星期，啪一本结婚证，啪一本离婚证就来了，啪一本结婚证，啪每次发给我们看，天天结了离，离了结。我说你这实现了离婚自由，多好。OK， 我明白了，那我就是想太多了，可能。OK， 那您的建议就是我先去拿这个经济大权，如果能拿到手了，就继续往下推，先实现自己短期的目标，然后再自己长期规划。对的呀，我自己首先爽到，钱先拿到，人我先站着，啥时候不喜欢了，反正钱我拿了我不亏，人就扔了呗。OK， 那明白。但是车房都不在我名下嘛，就是这个其实跟我无关。对，我跟你讲，你就想看他能接受的最高限度，最高限度如果是房子直接过户或者干嘛，那就最好，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他200万的年薪拿过来。总而言之，就是你总得达成一项，好吧 ？OK， 我明白了。行，那行，那您觉得，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这个男的玩的这么花，就是我也担心健康问题。那这个你可以来我们杭州线下啊，做一点什么东西啊。哦，好的，行，那我线下咨询吧。好嘞，谢谢您。好的，再见。做点防御方案，这玩意儿，那你只能做点防御方案，因为我们这儿多偶的特别多，我们这儿很多的客户自己也多偶，或者说他们的男嘉宾多，知道吧？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常年的保养类目，就是为了这搞这些鬼事情吧？这怎么办呢？这有需求就有市场啊，是不是？有需求就有市场，那咋办呢？你这男的他就是不守妇道，他不检点，那你也没办法呀，你也抓不了他，是不是？你没办法拿个铁链子给他拴家里啊。这个你们去问我们的晨晨老师吧，你不要问我了，这种事情你们去问晨晨老师吧。啊，这个不有，现在有很多抗某病某毒的啊，有很多人他会定期的，内调外养，内养外调啊。来，大家把这个右下角的微信2维码扫一扫啊，微信2维码扫一扫，就不会错过我们直播了。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你这个高施莱特你在说啥呀？割了那玩意儿能预防？你是不是脑就坑呐？啊，不是，你说别的可以，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无知啊？啊，你太无知了。那个高施莱特，你刚刚说那啥？割了那个什么皮就可以了啊？你这是在什么地方受的教育啊？你这是个什么啊？你不要发这种吓死人的言好不好啊？你骂人可以，你也可以骂我无所谓，但是你不能发这种无知的言啊！你发这种无知的言，严重的影响了我这个直播间的空气水平，空气质量啊！什么东西呀？受不了了，真的是，还割那玩意儿，妈呀！你可别割了，再割都没了，别割了啊！来下一个，我跟你说，这我在私域直播，你最好别惹我。我跟你说，你想让我骂死你。啊，好不好？别打薄了，本来头发就少，别打薄。再打薄，头发都秃了。这个女字旁的山没有，我是个王字旁的哦。0什么东西呀？杰西小太阳呀！啊，黄怎么这里？哎，别，我没看完呢。
没有一个连了我的，你这么多人里都没有一个连了我的，什么玩意儿？啊，没毛病吧？哎呀，蹦跶了这么久，终于引起了我的注意，是吧？你好，哎 ，Hello， 你好。我在连着呀。啊，连着呢。好，你说。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现在那个说啊，不好意思。曲奇你好。我是在珍贵的学员，在社群里每天吸收了很多正能量，然后就是我现在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98年，然后身高1.65米，长相身材气质6分左右，然后走出去别人会说我有气质，然后我手过快乐证，有一个篮球，然后跟着爸爸。目前我在新一线城市有一家自己的小公司，是做房产的，就是收入在疫情之后下降了，目前今年的话大概50左右吧。然后我有一辆我自己有辆100多万的车全款，然后存款有100多个，然后外地我还有一套小房子按揭的。然后男嘉宾今年47岁，大我22岁，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年入的话大概3000到4000个，有一个16岁的粉球，明年马上要去美国读书了。然后他自己在扯快乐证之后，然后在外面 DIY 了一个篮球，刚刚1岁多。我和男嘉宾是通过对对碰机构认识的，就是今年6月份认识，8月份确定关系，就是8月份到现在目前花了50多个左右，主要是租房一次性给了20个，然后第一个月8月份的时候给了10个现米，其他的就是出去旅游买包什么的。然后呢，他给我的消费就是他会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花钱，比如说他喜欢高尔夫，他会给我报高尔夫课，买高尔夫球包，类似这种。然后刚认识男嘉宾的时候，他隐瞒了他自己的这个1岁多的篮球的情况，然后前几天我在他手机上看到这个情况，他自己说出来了，他说他外面有个 DIY 的篮球，然后当时我就跟他说分手，他情绪非常激动，做了很多极端的事情，比如说删自己的光，然后他是先删了我说跟他分手，他不同意，然后他删了我一耳光，然后后面他觉得自己错了，他又疯狂在删自己的光这种。然后男嘉宾就是非常想跟我结婚，然后明年是他的本命年，然后他说1月26号带我去领证冲洗什么的，然后他说跟我结婚，我说那彩礼的话婚前188个，他说可以的，然后这个彩礼还没给，他说领证之前给，然后婚后之后他说共同买一个2000W 的房子，然后要求我照顾他那个小的篮球，同时我还要在婚后跟他在外面 DIY 一个女儿，一个女宝，然后他还说领证之前给我投一个1000米的项目，开一个酒店。接着说。还没有落地这个项目，然后就是1000米的这个股份在我名下，然后这个事情也就由我经营。还有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和这个爹爹推进围城吗？如果可以，在婚前需要落实什么条件？第二个就是男嘉宾说1月26号去领证，然后这周我们要去迪拜跨年，然后时间比较紧，我该怎么回复他？什么迪拜跨年时间比较紧，这是啥意思啊？就是这个月28号我们要去跨年，然后回来之后他就要催我去跟他领证这种事情，然后就是他可能会在迪拜的时候不跟我讲清这些事情，我应该怎么跟他回复他这些事情？那个你现在是什么收入水平？我现在是就是除了今年，去年之前每年都是100个左右。你资产水平呢？资产水平加上房子车子，然后存款大概500个左右。500个左右，你这男的你怎么认识的？对对碰。对对碰是机构吗？还是网上啊？对对，机构。机构认识的。这男的比你大多少？ 22。
22。嗯，有点奇怪，我只能说有点奇怪啊。这个人他有点奇怪，他跟你说对，要结婚什么的，我觉得要存疑。很简单，就直接就存疑，你就直接说，你就说，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长不够。如果说我们两个人，比如说你跟他设置一个时间线，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人相处到什么时候，比如说半年以后或者1年以后，拉一个长一点的时间线。你首先第一件事，你得把这个人看明白。对，知道吧？首先是你看明白，你不要因为他着急，然后你就被他急的往前推，没有必要。只要你说啊，我半年或者1年干嘛再看，如果他不同意或者干嘛，那就拜拜。不，因为还有就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其实我知道他这个篮球之后啊，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跟他分手啊，我是真的要跟他分手啊。他就是为了不让我分手，他对我做出很多奇怪的事情，非常极端的事情，导致我不敢跟他分手。不是，你听我讲啊。如果让你产生的是不敢分手的感觉，那么我就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分。因为如果这种感觉是不敢，是惧怕、恐惧，那么它会随着你跟他相处时长的拉伸，会越来越重，越来越严重。现在立刻马上就可以分，直接就是了断，那就是最好的，因为你已经让你产生恐惧了。还有个就是为什么我不是说我没有说很有钱，就因为我们受房地产的，然后今年行情不太好，所以我想着找他能给我个事业，我想着依靠他一下，然后现在就是事业也在就是一半就是也在进行中，因为我想转型嘛，因为我们房产不太行嘛，所以说他只是给你画了饼这只是个饼 ，OK？ 好，拿到手的才是真的啊，拿到手的才是真的。那比如说就是1月26号之前，他给我转了那个188彩礼呢？不是彩礼的问题，小姐，你咋不明白呢？是你没把这个人看懂。你这么大的人了，你不是个小孩，你要先把这个人看明白，起码要看到这个人的人性底色、人品情况、圈子、负债情况，所有东西你没看懂呢。好的，行。你要是已经惧怕了，我就建议你就别看了，你就直接跑就完事儿。好，行，谢谢曲。好，就这样，拜拜。因为我跟你们说，一个比他大20几岁的爹爹，第一，他不可能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对吧？如果他是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他不可能1年能挣几千万，就是这几个条件，他不可能同时发生。情绪不稳，就是情绪控制不住情绪跟1年挣几千万这2件事儿，他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发生。如果这个人表现的情绪化，那么他一定是在用情绪迫使对方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他才要扮演他的情绪化，对吧？君子要暴怒，不是因为君子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而是他要用情绪推动他的目的，对不对？现在目前是你没有看到目的，你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你在看到他，要不然就是伪装情绪，要不然就是谎报收入，因为他这2件事是不可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发生的，明白了吗？如果他要用这么强烈的情绪去 push 你，让你跟他结婚，请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有什么别的女的没有的东西，是要让他觉得你一眼万年非你不可啊，我一定要把你拿下，有没有？如果这个背后没有利益的关联，他是没有这个必要性的，对吧？从8月
份到现在总共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他不至于对你用情用到这个份上，对不对？他单单只是因为爱你做的这些行为吗？他对你有那么爱吗？他爱到那个份上来了吗？比你大20几岁的一个爹爹，他4个月他就爱你爱的发疯，爱你爱的发狂，爱你爱的非你不可，爱你爱的我就必须把你娶回家，你不能把你娶回家，我就觉得我要从这河上跳下去，因为我真的是觉得我活不成了。他有这么爱吗？对不对？他没有，他没有，他为什么要伪装成他有？你是为了达成什么目的？到底这个目的在哪里？对吧？这个目的一定不是说非我不可，非我不可绝对不是目的，所以这个目的它一定是跟一些利益挂钩的，这些利益可能它会在未来的关系当中做铺垫，他是不是有巨额负债，对不对？或者他是不是想从你身上搞钱，这都有可能。他要不就是在通过他自己的情绪想要去达成一些物质目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干嘛？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情绪不稳定，会发癫发狂无来由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他就不可能有1年几千万的收入，对吧？他几十岁的人，他怎么能干到1年几千万的收入的？他没有这种情绪的掌控能力，请问他如何干到1年几千万？所以我说他的情绪的控制能力和1年几千万这件事儿，它是强挂钩，知道吗？2件事儿，情绪不稳跟1年赚几千万不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要不然就是伪装情绪，要不然就是假装收入，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人他是有问题的。那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没看懂，没看明白，是吧？你看不明白，那就要不然就是再看看。但是如果你已经产生了害怕、惧怕了，我跟你们讲啊，你们知道不是有一些变态，那些变态呀，他们不是会把一些小女孩关到地窖里头吗？你们知道吗？就是去偷别人的孩子，然后给那些小女孩关到他们可能在房子里面挖个地洞干嘛的，国外不是很多这种的吗？对吧？他给你挖个地洞，给你关到下面去之后，他会干嘛呢？他是不是在里边一个非常小的，对吧？小的空间，然后里边的环境极其的差，极其的恶劣，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把这小女孩呢就放在这个地洞里头啊，养个好多年，对不对？可能从10岁养到18岁，或者从8岁养到16岁，是吧？他养了好多年之后，他就会形成一个什么概念呢？因为这个小女孩她在这个地窖里头的时候呢，她只要是有一点反抗，她可能要不就是比如说她要不就不给你灯，对吧？不让你看到灯，要不然呢就不给你饭，对不对？不给你吃的，断你的水，断你的粮，断你的灯光，对吧？或者说他会直接动手打你，对不对？这些他是在干嘛呢？他是在驯化，对吧？就是让你在这个空间里头的时候产生非常多的恐惧，因为恐惧放弃抵抗，因为你每一次的抵抗迎来的都是他的各种制裁，对不对？情绪制裁、武力制裁，或者是直接就是经济制裁，对吧？因为是这里面的米饭水都叫经济制裁嘛。然后慢慢的他这样完了干嘛呢？再去对你好，对不对？先对你极致的恶劣，然后再去对你好，让你知道什么？只要你听话，我就会对你好，只要你听话，我就会关心你，只要你听话，我就会给你吃的，给你喝的，给你电，给你光。所以呢，你的行为就会被驯化成是什么呢？反抗就会挨打，听话就有吃的。那么他几年以后，他就会呈现一个什么状态？他就可以把这个女孩带出来了，他就可以让这个女孩自己跟他出来。刚开始他可能会给你啊，比如说设计一些啊，带一些东西，对吧？给你拴着。但是慢慢的呢，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开，松开了。为什么？因为松开了，你也不会跑，懂不懂？松开了，即使他带你，他可以带着这个小女孩出去逛超市啊，去马路上面见人，但是这个女孩都不会跑，
它这个就是一种长期驯化的结果，对不对？所以我说，如果为什么我刚刚讲了一句，我说这个男的如果第一次跟你发生剧烈争执的时候，就让你产生了害怕、恐惧，那么呢，我就建议你不用再往下看了，我就建议你现在立刻马上扯。因为他用这种方式让你带来了害怕与恐惧，但是很快又去给你温存，又去给你好，可能还会给你买礼物啊，还要带你出去玩，对吧？他其实本质上来讲，他只是人家那种行为模型的一个宽松版，对吧？一个宽松版本，没有那么严苛，对吗？但是他实际上他开往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你第一次跟这个人因为要分开要干嘛发生剧烈争执，他就会让你感觉到恐惧，那么大概率呢，你越往后走，这种恐惧就会越来越加深，你越往后走，你就会越害怕，不敢离开，对不对？有必要吗？你图什么？大家都是一个独立的成年人，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吧？我现在呢，也不是说非要你的这口吃食，你断了我的这口粮，我就怎么了？我就活不下去了，我就死了，没有到这个份上，对吧？所以说，女孩子是这样的，大家要高度警觉，警觉什么？我告诉你们，警觉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讲啊，人呢要活得向上，活得积极，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看见自己的情绪，明白吗？当我的情绪在我的身体里面升起的时候啊，我要立刻去看见它。我刚刚的这个情绪是快乐，还是悲伤，是紧张，还是恐慌？我要把我的情绪清晰的说出来。因为我是不是跟大家说，我说一段关系让你是不是产生了很多负能量，那么就说明这个关系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关系的本质就是让我们变得平和、温暖、积极、阳光，对吧？否则我们是没有必要需要这样的关系的。当一段关系已经大量的带给你的负能量的时候，你就要离开。很多人说，我怎么判断？我怎么判断这个关系是负能量多还是正能量多？其实就是我跟大家说的，我们有情绪升起的时候要看见它，你不要忽略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你的负面情绪。你跟这个人他在这个激烈的冲撞当中，你产生的是什么？其实两个字叫恐惧，对吧？因为他刚刚说我害怕，我不敢跟他分手了，我不敢跟他分手，他是什么？他是恐惧。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要共度余生，他怎么能够让你恐惧呢？你怎么能够跟一个让你恐惧的人去共度余生呢？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最怕的就是忽略自己的情绪，麻痹自己，游说自己，然后呢，给对方找开脱的借口。他是因为太爱我了吧？有些人他们的伴侣呢，以死相逼，你不准离开我，我要不然我就怎么样啊，我要去死，我这。然后那些人，哎呀，从来没有见过人这么的爱我。那你再问自己一句，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不害怕吗？你只是觉得，哎呀，他好爱我，他爱我爱得好极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害怕吗？你有没有害怕？如果你有，那么你就千千万万不要拿其他的理由去欺骗，把自己的这个好像不好的这个情绪给它摘了，然后呢，就一直跟自己说，哎呀，他还是很好的，他平时还是对我很好的，他好的时候还是很好的，他这样代表的是他的爱，我也没有见过这么极致的爱。不要用正面的逻辑去掩盖自己在这个情景之下产生的负面的情绪，知道吗？因为决定你的一生快不快乐、满不满足、自不自洽的一切，其实是在于你的情绪。你得到很多的钱，你也不一定会快乐；你没有钱，他也不一定就不快乐，对吧？每一个人他的所求、需求、想要的、勇敢的这个阈值都不一样。
对吗？你的内心的本能会告诉你，你想要的是什么，你需要的是什么，你害怕的是什么。你们要相信自己的本能，对不对？我跟你们说，那多少男的，只要是我以前从小到大遇到好多，为了追我，硬是要在我的楼下淋雨，你不下来我就不走，淋着倾盆大雨就在楼下站着，我会怎么做？你们今天了解我了，你们说我会怎么做？你们应该都能猜出来我会怎么做吧？我会怎么做？我会直接睡觉。我会直接睡觉，对不对？手机一关睡觉，我会这样。原来一个男生跟我2个人在酒店房间里面，他说他跳了，他一说他要跳，我立刻就走，我掉个头我就走了。我不能看见你上天台，看见了都是在污染我的情绪。他说他跳了，他觉得他在往窗户走，我直接开门我就跑。首先我不能在案发现场，对吧？这事跟我没关系。你要跳可以，但是在我不在的时候跳，你别我站在这你跳算怎么回事？对吧？这说不清楚了，你是自个儿跳的还是我给你推下去的？对不对？我跳了就走。任何人你不要试图给我做情绪施压，迫使我做我不想做的事儿，对吧？不可以，不好意思啊，在我这里这套行不通。如果你想跳都没有人看你，我估计你也就下来了吧，对不对？你要跳嘛，你就快点，你不要再，对不对？你还等着我看你跳，对吧？所以你们说曲曲为什么你这么的快乐啊？我的快乐来源于哪里？不内耗。但凡你要压迫我，产生我不想要的情绪，你就滚，就是这样。任何人都不要在情绪上面跟我搞，不要搞情绪，对不对？让我每天快乐成长，健康快乐成长，这个就是我要的，对吧？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微信二维码扫起来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每周直播3场，然后都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边发我们的直播通知。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我们的咨询、闺蜜圈，还有那个金贵的关系正版课。刚刚有好多人问闺蜜圈，我们闺蜜圈呢，它主打是一个交朋友的一个群，一个渠道啊，都是一些五湖四海的、全球各地的高认知的、高收入的，或者是自己本身条件就比较好的这样一些女性啊，可能不管怎么样，总而言之现在挺有钱啊，总而言之现在挺有钱。大家呢就是在一个消费同级的一个平台上，然后有事没事呢可以约着一起玩，然后一起出去认识朋友，打圈子，然后呢提升认知，交流现在自己的这个掌握的信息差啊，就是这样，是个交朋友的平台啊。我是不会等着的，你们还等着他跳，你们好狠呐！我只能吃鱼看不了鲨鱼。下一个是谁？没连上呢。我告诉你们，只要一次你不依着他，他下次就不会了。你们要是一次让他得逞了，他以后就会变本加厉。没连上啊，这个有点连不上。你说在我面前搞这么一出，发现我掉头就走，他下回还会这么搞吗？耽误时间，耽误功夫。是你好。
哦，曲曲你好，先表示一下对你的感谢。认识你之后，我觉得你是女性之光，打开了我很多的认知啊。然后我现在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声音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你说。啊，我和老公都是35岁，然后有一个粉球，年龄5岁。我年收入30W，老公收入大概是不到100个，不太稳定，基本上也存不下来什么米。他那个每个月还要还10多个 W 的银行贷款，现金流不多。他不会定期给我米，但就是家里花销都是他来负责。我想买什么也是基本上有求必应这种。然后最近不小心我看了他手机，发现他跟一个人搞暧昧，发喜不喜欢啊、想不想之类的话。然后我当时没有起跳，我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拍下来了。然后当天晚上回家后，我说看他手机，发现他跟这个女的聊天记录只有这一条被设置成不显示了。然后我就挑明了，然后我就把聊天记录拍给他了。然后他打死不承认，然后后来我们就是一直在争吵吧。后来我说要补偿一条1万，然后也没说具体数，但是随口说了一句50个 W。然后他说他现在没有，然后平时也没缺过我什么，为什么这么惩罚？然后当天我就搬走了。事发前2天他疯狂找我，然后我呢就给他发短信，我说他毁掉了我对他无条件的信任，因为之前从来没有看过他手机，就是摆在那儿我也不会动的那种。然后我说的那个解决方法，然后不是一条1万嘛，我说也不是为了要钱，而是他认错的态度。后来他说如果就是来来去吧，说了好多。后来他说如果要解决方式的话也行，说那就给孩子买个保险，1年20个 W， 买5年的那种。然后我没有回复，我怕他觉得我可以是有退让的。然后后来他也一直没有动作。过了1周呢，我主动给他发短信，我说了两个事儿，一个是这件事情就你跟别人聊来聊去是有世俗的评判标准的，不是按照他的解释来。第二个是我说是为了孩子啊，为了继续好好过，我给他机会，而他却说3万都没有，但有20万给孩子买保险，就是钱必须封闭在保险里。我不知道他是防着我怕我花了是吗？我说他一点态度和诚意都没有，只有狡辩和套路。然后他也没有再回复，现在呢就僵持在这儿。现在孩子都是他在管，我是回自己娘家了。我的诉求是结合他的情况啊，怎么样拿到最大的经济补偿。我也不想主动找他，因为我又没有做错。然后另外呢，过2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我需要有什么表示吗？然后需要有什么话术？我想请教您一下。这么听下来的话，你在这个男女关系里头没有太强的一个筹码跟话语权呢。孩子都是他在管，平常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也是他管吗？不是，平常都是我，现在我就自己回娘家了，把孩子给他了。现在他在管。你现在出来多久了？20天吧，不到20天。20天你们俩都没联系了吗？刚开始前1周的时候，他就是有给我发短信，我都一直没有回复，然后就是剩下就没有，因为我把他拉黑了。其实这个事情当时啊，还是应该接受他的提议的。你要他拿50，你总得给别人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而不是说你认为你要做一个不可以讨价还价的人。不可以讨价还价是什么？是你有决定性的筹码。决定性的筹码，他不会撒手，那么这个时候才存在说我不会给你讨价还价空间。但是呢，在你的这个情况里呢，事实上是你的位置、你的重要性没有达到那个地步。他确实也没有可能。这个男的呢，他本身他的现金流也不是非常的充裕的一个人。是。你让他去做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说确实有点很吃力。对吧？有一些现实的情况你还得考虑进来。是。在这个情况，我觉得就是说，你先这样吧，我觉得你再等一等吧。其实20天了，也算蛮久的了。现在圣诞节、平安夜什么的都没有发消息是吧？没有，就是周末孩子接到我这块来，然后周日他又接走，都是跟我父母联系，没有直接跟我联系，我也没有见过他面。如果他是这样，如果他再找你，你一定要回，知道吗？但是这个时候呢，不要再用你这种强硬的态度了，
示弱的方式，因为你要自己给自己拉台阶了。对。那我是怎你就说么表达呢？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很简单，你说给孩子买保险，你买了吗？如果你不买，你在等什么呢？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他知道你在递梯子了嘛？那你就看他做嘛，对不对？这样的，你退让了，那么他大概也能退一步。如果说他不找你，那你也是要等着，你要找一个日子，也是发个消息咯，或者干嘛的咯。他过2天生日，我要主动给他发吗？如果他不找我的情况下，那你肯定得给他发咯。如果说生日的话，因为这是你现在能够给自己拿到的梯子啊。我要祝他条件是这样的，我跟你讲啊，这个男的呢，他一直都不愿意让你手上有太多钱，因为你们的方式实际上是你开销了，然后他就给，对吧？对。那你开销然后他就给的这个方式，其实就是这个人他一直不希望你手上有很多现金流的。那你跟他说的这个50个 W， 其实就是跟他想要去，就是他想要的这种形式，其实相违背的。是。那他生日的时候，我要跟他发生日快乐，然后等他怎么回复吗？我再说给孩子买保险，我说你有动作吗？还是说这2个加在一起发呢？是分开发好一点吗？你就是先说你发生日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有一个小作文儿，知道吧？你就得有个小作文儿，你说发生日快乐，你就得写。你说这些天啊，不知道你那个孩子这边怎么样？然后呢，你说没有回去。你说我的内心也非常煎熬啊，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不想面对。你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2个人也还是夫妻啊。今天是你的生日，还是要跟你说生日快乐。哎，你不要忘了怎么搞一些这种就是搞点情绪价值的东西，懂吗？然后这个人他再说啊，那你回来干嘛？你就问他，你说那你孩子保险买了吗？这样总得有个来回吧。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给孩子买保险，有20万，但是不能把20万给我，就是他不想让我有钱。不想让你手上有钱。明白了。为什么要让你手上有钱呢？那你拿着他钱跑了呢？你拿着他钱出去潇洒了呢？行。那其实这个事本身就是我也不是很那个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天大，其实我就想拿点经济上的主动权，但是这也没办法做到，是吗？其实当时他说20万保险的时候，你就应该直接跟他说，你就是这个问题，它其实在里面是个讨价还价，就你不应该一口咬死，知道吗？讨价还价嘛，那50万不行，50万不行就30万，对不对？你到最后你20万保险，20万保险，你20万给我。你说剩下的明天再说，你这个条件还不答应，你再走都可以，但是你一定要让别人看得到你在跟他2个人在讨价还价。我就直接说数字吗？就是讨价还价。当然呐。我说你说50万，他说买保险，然后2个人掰了结束。这属于就是买卖双方都没有诚意。对，但是对是。他说完买保险，后来我就一直没有回复，然后他也没有动作，他是在试探我是吧？看看我。这就是讨价还价嘛。你说你的价，他说他的价嘛，2个人再找一个中间值嘛。行。等他过生日的时候，我就像您说的，先给他一点情绪价值，然后再说一下，就是给孩子买保险，我问他买没买。对的。然后买，孩子说，你说这是对孩子的补偿，那你怎么着你还得跟我补个礼物，再拿个10万过来，就是你们的阶段性的搞，不能老是想一口吃成个胖子。你已经通过你的50万开出去价，你已经发现这个人接受不了了，你这个时候你就要重新设定预期了呀。明白了。好吧。好，有需要好嘞，谢谢曲曲。好嘞，谢谢曲曲。拜拜。像你们这样需要话术的，都是可以去1v1的。在我们的老师1v1之下，你会觉得自己过去这么多年的女人都白当了。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你看我们这次闺蜜圈，她们不是闺蜜圈都有1年的陪跑嘛？
然后就大家在一块吃饭的时候就说，哎呀，因为好多他们其实自己都是做事业的，以前，然后没有跟男的搞过什么，也没走过雌竞。结果他说我们来1v1啊，老师给我发的东西啊，我不好意思发，我就觉得这怎么说得出口呢？他说这老师写的这些东西，这也太瘆人了，这怎么发得出去啊？那女强人呐，知道吧？一个一个的都是那种自己做事业做得很好，看着老师给他发的那个消息，手都在抖，觉得这我怎么这说出去不折人，这太丢人了。老师说，你就像跟你们喝药一样的，知道吧？捏着鼻子往下灌，你也不要看，你不要想，不要思考，你就把它发过去完事儿。结果发完了以后，然后得到了那个男的，他长这么大没有看到过的那么长的回复，从来没有见过男的给他打那么多字儿，怎么会回这么长的信息呢？哇塞，就一下子就觉得我操，原来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原来这个天是这么聊的。你们知道有些人他们老是在就是最烦最不好服务的那一类，就是他不停的要跟我们的老师对抗，他就觉得你所写的这些东西这太假了，这太虚伪了，这哪是我说的话，这个那个，你老是还是在用你原有的那个路径，对吧？那你来干啥呢？你用你原有的那个路径，你这不是达不成目的，你不是办不成事儿吗？对吗？起码在男女关系这件事上，你没有拿到结果，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赛道上，你还是得听一下我们的建议啊，闭着眼睛把药灌下去，知道吧？不要觉得那个药苦，跟你们说。这个女生，我跟你讲，她一听我就知道3个字：站着药，知道吧？所有的男人是最讨厌站着腰这一套的。我跟你们讲，站着腰这件事儿，它只存在于你们很青涩的时期啊，只存在于很青涩的时期，在你们都很懵懂的时候，女孩子可以啊上蹿下跳啊，干来干去啊，对吧？但是当你们真的成熟了之后，大家到社会上面啊鱼龙混杂的摸爬滚打之后，就没有人能接受你站着要了。你们一开口就站着50万，给不给？不给老子就搬走。那你搬走呗，那你走呗，那咋办呢？那你走呗，对不对？你这么硬气，你找我要50万，你这么硬气，那我不给。我50万在外面，我靠，我50万在外面，我现在我说一个人今天在这儿把我陪开心了，给5000。我50万能给多少个人？我能玩多长时间？我能享受到多少人对我大爷般的照顾跟服务啊？我这个50万给到你，我还要当爷，你还当爷爷，我还当孙子，对不对？我给了你这个50万，我还得想，妈的，他肯定还是没好脸，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们永远让这个男的的感受都是，你跟他说的这个事儿，就算他做了，你也不会有好脸，对不对？你们就说对不对？你们自己回想一下，你们事实就是这样的。在过去无数次的这种博弈当中，你们两个人但凡发生冲突，这个男的就算按你说的做了，但是到后面你还是会长期处在一个很高在上的状态里边，让他觉得他的妥协、他的让步、他的付出没有换来任何的权益，他会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对吧？你会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应当的，你干了这个事儿，你他妈赔50万不应该，你拿了这50万以后呢？你会对他好吗？你会因为拿了他这个50万，你回去就给他做一大桌的热腾腾的饭菜吗？给他做满汉全席吗？你会回去给他捏脚吗？给他捏肩吗？你会吗？你不会吧？你会不会跟我说，那他干了这样的事，他赔偿是应该的，那我还得服务他？哎，那就对了。当然呢，无论他这个钱是因为什么掏出来的，你都要给他提供无限的情绪价值和崇高的服务感受，对不对？你才会让他觉得，哦，原来犯错不是不可以，只要我花钱，对吧？这个单就能买，不光能买单，我还能享受到很极致的服务。如果是这样，他自己的心里就觉得他不恐慌了。我们刚刚是不是不要让一个人在关系里产生恐慌？他不恐慌了，他舒服了，他就会觉得我一点都不害怕，我有任何的付出是打水漂，对不对？
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今天给你买了礼物也好，或者我哪怕就是做的惩罚，我给你的这些东西也好，我换来的一定都是温暖的，一定都是好的，而不是那种吭哧吭哧硬邦邦的，对吧？给了这种钱还在当孙子的那种感觉，给钱当孙子那是我跟大苹果打交道，对吧？我跟大苹果打交道，我跟大甲方打交道，是的，我天天我求爷爷告奶奶送礼送钱请客吃饭，然后还得不到个好脸，还不一定这个项目拿得下来。我在外面对他们就是这样，我回家对你也是这样，你得背呀，凭什么呀？对不对？所以说看明白为什么别的博主，对吧？别的那些讲情感的人，他们讲上流社会，讲有钱人的世界，讲这些东西讲的就像个笑话。为什么他讲的像个笑话？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场景，他没有完整的闭环过，他就不知道这个事是怎么发生的，所以他讲出来就像个笑话。你们但凡在这种事情里面拿了巨多的结果之后，你就会明白，其实它完全是反人性的，知道吗？在男人身上拿结果跟在事业上拿结果都是一样的，它是反人性的，做出来的都是反人性的动作，为别人提供服务，而且你受了委屈还要为别人提供服务，你说这个事是不是反人性？但你不反人性，你怎么拿结果？你用下沉市场的那一套有用吗？动动我他妈干你，我搞你，那是什么？那是村妇，对不对？那是村妇，都是没钱的人嘛，随便搞，想怎么搞怎么搞，反正两条腿的男人满街跑，对不对？啊，来，大家没有扫微信二维码的，扫个微信二维码，然后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服务，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以及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想要进我们的社群的，直接就去拍金贵的关系就可以了。你们在小黄车里下单了任何东西，去问这个微信啊，跟他说你下单了，让他帮你立刻拉群开启服务。来下一个。怎么还没连上呢？喂，哎，你好。哎，能听到了是吧？刚才连了好几次。你说。哎，好，谢谢。我今天想咨询您的就是大佬的一个问题，就想让您帮我判断一下这个人有没有必要继续。然后呢，情况是，他大25岁，我们一起3年，然后前2年呢基本是没有付出，然后第3年是我上蹿下跳搞了一个200，然后是一个小房子的1半的首付。然后后来呢，因为我觉得太内耗了，太难了，我就想分。然后呢，但是我们却时间比较长，而且就在一个，就2个人互相有一点感情依赖。然后他感受到我这种撤退的情绪之后，他就哭了。然后呢，对，然后我觉得也是蛮难受。然后我就说我们之后再安排，比如说大的房子和车呀什么的。他说他同意 ，OK， 那我们就先租一个大的吧。我说我们先租一个大的。结果呢，在租的过程中又是一系列争吵，就比如说，他就说你之前表现的不好，要不然我怎么可能只给你买一个那么小的房子？然后呢，又说之前我不听他话的时候，就是没有人性啊，什么就说我物质啊等等，就比较难听。而且他的情绪我不懂，就是像您刚才说的是他在用情绪控制我，还是说他确实没有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就是他在爆发的时候，他不分场合的爆发。然后声音会很大，然后呢，我受他影响，我就会吐，会胃痛，会各种一系列的有这个反应。我说你可不可以停下来？然后他不停，我在旁边吐，他要继续讲，他要继续指责我，就是这个状态。然后呢，最后还是租房子，就还是租了一个是大一点，但是很老。比较旧，然后因为我的房租是到期了，没有办法，我就先住进来了。但是住进来，每次回家呢，就感觉像吃了苍蝇一样。然后，
他跟我说，他看我情绪不好呢，就一边说，哎呀，挺好啦，这个你看这边比你以前的大呀什么的，然后一边又说，如果你要是还想住好一点的呢，我们得再看房子呀，至少要2年呀什么的。现在的这个房子呢，就是还有很多问题，因为比较老，有许多问题。然后他说，你看有这些问题是怪你太着急了，你要着急的住进来，要不然我都不会签这个什么合同。然后呢，就现在就比较尴尬，就是我们算是在冷战期，就他觉得他一直说我对他束手束脚的，不让他去做事情，然后呢，不知道感恩，还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说是我性格的很严重的问题。然后另外呢，我是觉得他不够对我不够好，然后也没有把我的事情当成就是重要的事情来做，就随随便便的，而且情绪上也从来不照顾我。然后然后他有几个点，就是因为我是看了您的之后的东西呢，我才感觉到他有几个点是触到红线了。就是我们我第一次上蹿下跳要到那个小房子一半首付的时候呢，他就说过，为什么是我跟你付出呢？你喜欢我不应该是你跟我付出吗？然后后面呢，他就是会有付出意识会好了一点，呢，但是好像很不情愿，就每次都是很难弄。然后我就是想问一下，就如果短期的话，我是不是应该现在从这个老房子里搬出去？但是如果我现在搬出去，是不是代表我要跟他分手？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话，我是不是应该比如说给自己几个月的时间放低姿态，再跟他处一处，还是说看看他还没有机会，还是说就果断就分开？首先说结论啊，现在立刻马上掰，不要回头，全网拉黑，这个是我对你的结论，好不好？先说结论啊，你接不接受不重要。然后呢，我就要说，我刚刚也说过一句话，人要看见自己的情绪，好吧？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身体已经出问题了吗？你已经不用看见自己的情绪了，你只需要看见自己的生理反应就可以了。你的情绪已经很不难看了。不需要刻意去看了，你就看你自己的生理反应就可以了。你不认为你的身体在出状况吗？是的。你健康是1，其他东西都是0，你这个1都没了，你要那后面那个0干什么？愚不愚蠢呐？好，然后呢，我再给你们这段关系给你定个性，你这属于什么呢？你这是属于在铁公鸡头上拔毛的后遗症，知道吧？给铁公鸡拔毛的后遗症就是你现在这样的，在一个无比之抠、无比想要低成本持有的男人头上扒开了他的口，然后在里面拔了一颗牙下来，这个后面是什么？是反噬的结果，知道了吧？所以说我们说选择大于努力呢，抠人我们是不玩的。你非要在一个铁公鸡头上拔毛，那拔了毛，那他妈天天就要嘬你的脑子，知道吧？这就是铁公鸡拔毛后遗症啊，那没办法，它是一个抠啊，是一种生活选择，懂吗？抠是一种理念，你在破坏他的生活理念，你在破坏他的生存之道，你在打破他的生活平衡。你的出现让他无比之痛恨自己，他一边痛恨自己一边折磨你，对不对？如果你想要这个，你换个大方人啊；如果你想要稳定的情感，那么你换个正常人，好吧？对，因为您之前也说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因为我现在本身年纪也其实挺大的，30，我今年33岁，所以就目前还没有找不到就是比他能付出更多的，就有点不甘心那种感觉。那咱们对话就结束了啊！你要是觉得你没有机会没有希望，那你就等着死，那怎么办呢？你这个1都没了，你看不明白吗？看不明白自己的身体状况发生的反应吗？
还在跟我谈条件，还在跟我谈零，我在跟你谈1，你在跟我谈0。你要钱干什么呢？明白了。那如果就比如说您说的要分开的话，那您怎么分比较合适呢？就和平。直接分，不用和平，没有和平，你跟他之间没有和平分手这件事儿，因为你已经在铁公鸡头上拔毛了，在铁公鸡头上拔毛是没有和平分手这件事的，只有撕逼，这都是铁公鸡后遗症，没办法，这没办法。那就只能说我就这3年我就不管了，我直接走了，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我现在的房贷我自己确实还有点压力，就是有没有可能我的结论给过了啊，我是第1句话就跟你说的结论，因为我不想跟你们废话，你这一开口就是猪脑子，我都不想跟你废话。你说的所有的东西在我这个地方都是不成立的，因为你的整个的精神状态，你的身体状态根本就不支撑，根本不支撑。你有这么强大的内核吗？你能把这个男的玩团团转吗？你把他当个什么玩意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你做得到吗？你除了被他压迫被他控制，你还能干嘛？所以就想咨询，就是自己也提高一下，看有没有就是提高的第1步就是离开，提高的第1步就是离开。你没有这种勇气，你就何谈提高嘛？你处在一个消耗的事件当中。对，消耗是真的，我就是想能不能就是把就是这个状态，就像您说的，就把能自由的相处，就是像您说的能在这个关系中，您刚才不说就不可能是吗？做梦，好吧，做梦，做梦，你也不可能，这男的也不可能，双向不可能啊。哦，那好吧。好，拜拜。好吧，谢谢。我跟你说，你们这样的人啊，到了别的地方去咨询，就会被别人骗死过去，真的。有的人呢，他为了赚你的钱，他会让你无穷无尽的处在一段稀烂的关系里，而且这个是我当初进入这个赛道时候的整个行业气象，就这样的。你知道，整个我当初做这个赛道的时候，我有大概的调研过。当时啊，在我进入这个行业之前，所有的这些做情感咨询什么的人，他们是靠什么赚钱的呢？当你来的时候，很多人他来的时候，他是抱着一个稀巴烂的关系过来的，对吧？明明这个男的就是稀烂，没有任何空间跟余地，但是呢，这些人为了赚你的钱，他就会告诉你是你有问题，让你反复的自省、自我调整，加什么？加自我贬低。他本来你就已经在这个关系里是一个低价值状态了，然后他还要让你不停的自己认为自己越来越低价值，越来越卑微，越来越舔。为什么？因为要用这样的方式继续让你存在在这个关系里，因为只要你存在在这个关系里，那么这个关系就是无穷无尽的内耗，只要你无穷无尽的内耗，你就得无穷无尽的续费，对不对？你都自由了，你自信了，你强大了，你懂了，我要拜拜了，我管你什么3021，我把房子卖了，我走了，拜拜，再见。房子我抵押掉，对吧？房子我抵押给银行，能抵多少是多少，我拿着钱走，房子你给我收掉。我要是有这种狠心跟决心，你还续费吗？对不对？像你们这样的姑娘来我跟你说，就你这个聊天，到时候你要去找一个其他机构，他能把你骗死过去，知道吧？那男的每个月给你给点钱，还不够你续费的。我跟你说，在我们这里啊，我们永远都只愿意为有价值的人跟有价值的关系做服务。
有价值的人跟有价值的关系，在我们这里做长期服务，是为了干嘛？是为了维稳，然后加大付出，懂吗？价值利益最大化，因为我能看到它有可能有未来，这个未来可能是平台上的、资源上的、婚恋上的，任何一种未来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上来的第一天，我一诊断你这个事儿就是稀巴烂，那么我会干嘛？我在我的服务周期里面，我就会想尽一切办法让你斩断这个关系。我会告诉你去认识新的人，甚至于你打开社交软件，你聊20个人，我教你一个一个聊，我让你从陌生人里面拿到结果，看到，不是说这个结果多大多小，但是我让你看到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其他的男人是什么样的。有的时候你们是活尽了自己的执念啊，因为你的视野里只有这个人，你会觉得我找不到更好的，找了吗？你找不到更好的，你找了吗？你所谓的找了是怎么找？哎呀，我这就认识这么3-2个人，我就跟他们出去玩一下吧，这叫找。我们那个叫铺天盖地的找，对不对？我所有的平台全部打开之后，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人，我教你怎么跟他聊，聊完了我就让你尽量在我的服务期之内就拿到小结果，让你看到其他的男人是什么样子的，明白吗？你有了对比，你才有所谓的找不找得到。你都没有对比，你们天天就是被这个男的哭在那儿，是吧？每天跟他朝夕相处，还住一块儿，这个大哥，你跟我谈，我找不到了呀，我33了，我找不到了，对不对？你是不是傻叉？是不是傻缺？我跟你聊这个天，我聊得明白吗？你就是个零认知，就是我现在就是跟一个幼稚园的儿童，我在跟他聊，我说现在这个经济要怎么搞啊，哪里投资好，我跟他聊这个，我是不是脑子有坑？对不对？你就是个幼儿园认知，你1+1等于2你都不明白，你见都没见过，我跟你聊什么呢？但你要是不听，我跟你说，我真的救不了每一个人，我没有办法去救每一个人，对吧？神都不能去渡每一个人，神也只能渡有缘人，对吧？你的认知没有达到好的结果，你应该抛弃自己的认知，抛弃自己的原有认知。我今天一开始是不是就跟你们讲，我说女生之所以不能超过男人，不是因为她能力不够，而是因为她不相信，她不相信自己可以做到。你们但凡能相信自己能做到，你能付出努力去做，在这个过程当中，目标其实它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变得很积极，很向上，很快乐，很有正能量，对吧？人的状态好了，情绪好了，你看花，哎呀，花好美，你看水，哎呀，水好美，你看这个世界上的每一处，你都觉得是风景。我跟你们讲，我这次我迪拜的这个经纪人呐，你知道他特别好玩，就是我有个什么感受呢？第一天啊，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说，这个地方特别的好，我跟你说这里生活特别的舒服，这里的人，哎呀，我跟你们说，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对我们好友好呀，他们每一个店员都特别的 nice。然后后来我发现什么呢？我发现我跟他进了店以后，别人店员并没有很主动，其实跟我们平常在任何地方，是他看到一个店员就嗨，Hello, how are you? How is your day? 他就这样，然后所有的店员呢，因为他这样嘛，然后所有的店员就跟他每一家店，他走到每一家店，他都要跟别人，然后别人只要看他一眼 ，Hi, thank you， 他就这样。好，后来呢，我们从那个商场要出来的时候，他路过一个面包店，他说：“曲曲，我去给你买这个面包。”我说干嘛呀？我说我不爱吃面包。他说不，我跟你说，这个面包是这里的特产。我好多朋友，他们回国以后心心念念的就要吃这口面包。我说你说成这样，那就吃一下呗。然后呢，因为我不爱吃甜的，他在选的时候，我
我要原味的，不行，你不能要原味，你一定要吃这个蜂蜜的。他说大家都爱吃这个蜂蜜的，这个蜂蜜的特别好吃，不是很甜，你尝一下。我说我今天晚上吃不下了呀。他说没事，你拿回去，明天早上当早餐。好，然后给我买了一个面包，结果我第二天一吃那个面包，齁甜，就是我其实甜的我就咽不下去的那种，知道吧？好，然后呢，他去那个加油站加油，他就那个说，哎，宝宝，我给你买了一瓶水，那就是我前2天直播的时候喝的那个维他命的，这个，啊，他给我买了个这个，然后呢，他说你一定要喝一下，我跟你讲啊，这是一杯最好喝的饮料。他说所有的人都说这个饮料好好喝，我好多朋友都说能不能让我给他们回国带几箱，他们回国以后特别想念这个饮料。我试试啊，打开一喝，淡口的红牛的味道，知道吧？淡口的，就是比红牛淡一点的那个红牛，就这个味儿。我们去那个就是他那个叫什么，就是卖那些工艺品啊，卖那些礼品的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有一些集市，我呢就跟我们闺蜜圈的一个闺蜜坐在那喝咖啡，是吧？在那喝个咖啡啊，吃了个小甜点，后来就走了以后呢，我就碰到她了，她说，嘿，你刚刚有没有看到啊？这里有一个集市，超级热闹，特别的好看，可好玩了，你去了吗？我说哪个集市啊？他说就是这个地方走到头啊，你没有看到吗？你赶快去看一下呀。他说那个地方景色很美，拍照很漂亮，而且很好玩。我说那不就是我们刚刚喝咖啡那个地儿吗？我说我要是不是刚刚在那儿喝的咖啡，我就信了呀。我跟你们讲啊，他不是我跟你说他个销售稀烂，真的，你们不要说你觉得他是因为干销售，不，在我看来他这个销售水平稀稀巴烂，我都跟他们说，我说只有他这样的到我团队我都不招他，你知道吧？就个傻白甜。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我是想告诉你们啊，不是因为这个水真的那么好喝，也不是因为那个面包真的那么好吃，也不是因为那个景色真的多么的独到，是因为它的能量，他快乐，他在这个地方他很开心，他每天他很开心，所以说他会看到所有的人他都觉得是美好，他看到所有的地方他都觉得是景色，他看到所有的吃的喝的他觉得是人间美味。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因为他这个一给他立住了，他这个一立住了，于是他遇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后面的零，他遇到所有的人，所有的事儿，所有的景，所有的食物，所有的水都成了他一后面的零，对不对？所以你们的问题，你看刚刚这个问题在哪了？是因为你这个一没立住，你不停的在跟我聊后面这个零要怎么弄，其实呢都是虚的。能量先调平，人要快乐，你就会觉得这个世界一切的东西都美好。你真的需要那么大的房子吗？那么大的房子你回去你说我每天感觉在吃苍蝇，对不对？所以呢，你要这个房子的目的是什么意识呢？明白了？明白我意思了吗？永远的关注前面那个一，把一立住了，后面就会来无限的零。如果一立不住，这个关系就是要斩立决啊！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扫啊！我们现在直播还是每周3场，我播完这一场我就回国了。然后我回国的话，我是在马上就直接到杭州，我们要去搞这个杭州的跨年。好，搞杭州跨年。你倒是这样，你回上海把我们的灯什么的东西弄到杭州去。你怎么还来不及？我的小助理他的护照丢了，厉不厉害？是不是非常厉害？给他鼓个掌。对，他可能要滞留在这里可能要滞留在这里了。然后大家那个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啊，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这个付费服务，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
好吧，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或者是分享到你们的社群，分享到你们的这个微信的群里边，家人、朋友、闺蜜，好吧？来下一个，大家都说让你去迪拜要饭有前途，迪拜要饭是犯法的，他会被抓起来的。怎么回事？喂，你好，曲曲，你听得到吗？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我今天的问题就是，我想扭转一下这个我和我前男嘉宾的关系，也不是说一定要复合吧，就是也想扭转一下他在我在他心里的印象，就是我们现在闹得很僵。就是我是22岁，大学刚毕业，然后我的前男嘉宾和我相处了4个月吧，他比我大18岁，然后基本上一直是同居的状态，然后双方父母也知道，他扯过快乐证，还有一个女，然后他，基本上给我投入了70个吧，然后给了有50个左右，然后剩下的就是买东西，但是这50个左右里面我们俩共同花了有15个左右，然后分开的原因是他提的，就是之前是我一直提我很作，但是他从来没有同意过，然后最后一次他提是因为他去应酬，然后就点了，然后而且还是连续2天，然后我就很不爽，我就接受不了，我说那就分开吧，我说你给我10个，我们就分开就 OK 了，然后他当时也不想给我，也不想分开，然后但是我情绪又很激动，我当时又太在意他上头了，我就说了威某些他家里人的话，然后完了之后就触碰到他的底线了，他就一定要和我分开，然后就分开的时候他还哭了，他哭得很厉害，然后分开之后我首先就是一直给他发消息，一直给他发消息，他对我爱答不理的，再之后就是我有一天知道他晚上没有回家，然后我就很气，然后我第2天开直播的时候我就找了一个男的跟我在一起，专门让他看到，因为我们那个软件也是互关的，然后他就直接把我全网拉黑了。拉黑了之后，我就做了很多很极端的举动，比如说去他家敲门，然后还找叔叔说有想不开，就一定要见到他，他就不见我。然后现在他就在背后骂我，那种跟我朋友、跟我家里人就说我 P 某 A 他，说我欺骗他、套路他，完全对他没有一点感情。我这个局面还能扭转一下吗？扭转啥呀？你要扭转你自个儿的脑子啊，姑娘，你多大？对，我22。难怪你22呢，还可以当个神经病啊。但是呢，你这个神经病要注意你的症状，好不好？咱们不能让它持续下去了，好不好？你要开始修炼自己的修为、内功。你们这种情绪不控制自己的情绪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趁着你现在有颜值，还有青春。可能有些男的他还能忍你个1-2回，但是其实呢，很多东西它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对，是。前面你已经累积了很多发神经病的行为了。我是觉得啊，因为22岁，说实话，你无论跟任何一个男生在一起，大概率都是走不到最后的。哦，好吧。所以说你现在呢，只是说你这个事儿，它是为了让你去反向的去发现自己的毛病的，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现在开始呢，就要刻意的去修正。对，我也觉得，就是我经营我以前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挺正常的人，经历过这件事以后，我觉得我性格很大的缺陷。控制住自己很简单，永远的把关注点放在自己身上。如果最近这个男生让你觉得有什么不好不满意，
你可以冷着点无所谓。但是呢，我该经营朋友圈经营朋友圈，该开开心心开开心心，每天保持自己正能量的状态，对吧？他在找我，我想不想跟他好，那是我的选择。我想跟他好，我要有什么条件跟他好，我可以提。他要是不行，大家一拍两散也无所谓。但是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情绪稳定。我跟你说，人的情绪不稳定是被自己惯出来的。因为在你发现自己的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一开始你没有选择刻意的去控制它，那么随着你的年龄增长，它就会越来越难以控制。哎，主要是在这段关系中，他也太宠着我了，就是我原生家庭也不太好，就是我们俩有一种爸爸和女儿的一样那种角色的感觉。不重要啊，你总会遇到，因为你年轻啊，你足够年轻，足够漂亮啊，那遇到的男的他把你当女儿很正常啊，但是这个事情是不可持续的哦。谁都只能照顾你一时，不能照顾你一世，好吧？就他现在这么说，我就完全把我说的对他一点感情都没有，我认为我还是有的，就我不想让他这么认定我。姑娘，不重要。好吧。他的说法只是因为他现在不想跟你继续，懂吗？他不想跟你继续，然后倒着去找理由。你不要觉得他是怎么在认定这件事儿，他说的不一定是他真实的想法。他就觉得我现在是一个 L 他的目的，他说的话只挂钩一个目的，就是现阶段他不想要这段关系了，这个是他的目的。他说的话只是为了挂钩他这个目的，不代表他内心真实的所情所想。但是其实我心里还是有点不甘心的。没有什么不甘心的，我跟你说，你没有那么成熟，没有那个段位，你 hold 不住就正常。下一位就更好，就只能是这样，因为你的人生阶段就是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头，你没有这样的城府，没有这样的段位，没有这样的情绪掌控能力，那么这种关系它就是不可持续。是。挺伤心的，反正就有点走不出来。多换几个就马上走出来了。可能是从小到大没有人对我这么好过吧。不重要啊，又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呢？我们每个人成长的道路上都会遇到那种看起来好像真的对自己特别特别好的人，但是不重要。你能不能把握住这样的人，完全在于你当下的段位在哪儿。但是我就觉得我是完全没有，但是被他说成我是 L 女，我就很难受。不重要啊，他怎么说都不重要啊。好吧。还有问题吗？那像他这种全部把我拉黑了，我以后也永远不要联系他了。你不要联系他，你肯定是不要联系他。好吧。就是因为你的过度的找他的行为，才会导致他的这个动作。你再这么做，也只会加深这个男的呢。什么？就是因为他本来没有拉黑我，本来就是还是可以正常聊天的，但是他对我爱答不理，是因为我开直播的时候就故意叫了一个男的来，然后他看到他就认定我们俩发生关系了，然后直接把我拉黑了，就开始骂我。幼稚嘛，非常幼稚嘛，对不对？你去把金贵的关系学一下，你就知道你每一个雷点都踩到，都完美踩中啊。而且我还为了挽回他报了很多机构，花了很多钱。不到我这听不到实话，你看，不到我这听不到实话，根本就挽回不了，对吧？我其实不是不让你们挽回，而是我告诉你这个事是没有意义的，没有结果的，知道了吗？你要提升自己的认知，就是掌控自己的情绪，提升自己的认知，然后你的美貌和年轻才会变成你打出去的一张牌，否则这是个废牌。所以你要先学习，好不好？好吧。就这样啊。好，谢谢。我跟你们说，有些时候啊，你们不找那些乱七八糟的机构啊，你不会被拉黑，知道吗？我是不是跟你们讲的？我原来的一个助理，她跟她男朋友分手，她挽回，
他没找我，他去找了一个别的机构，1个月花了3万多，然后我最后被那个男的拉黑了。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找我呢？他说因为我怕你不让我挽回。你说这，你说这我怎么，你让我从哪儿说起？我冤不冤？你说我冤不冤？就是我们是这样啊，我们的行动路径不是说挽回成不成功，但是起码来讲，我是让你在这个人面前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是我的方向，对不对？而不是他们的行为是，你知道为什么被拉黑了吗？跟他这个行为反正也差不多，半斤八两吧，更严重。他呢，先只是给那个男的什么打电话呀、发消息，这男的不搭理啊。后来呢，这个动作升级干嘛呢？找一个那种电台，你知道吗？就是有那种要第三方电台帮他给谁谁谁打电话告白的那种，你们知道吧？他那个情感机构教他给一个第三方打电话，然后让那个第三方给他那个男朋友打电话。好，然后呢，先是把这个电话拉黑了。你这不是属于骚扰电话吗？啊，好，再后来为什么彻底被拉黑了？教他在朋友圈里头发那种几乎是裸的照片，仅对这个男的可见。男老师教的呢，这男老师教的啊，在朋友圈里头公开发。不是，他其实是仅对这个男的可见了，但是从这个男的的视角看，他是公开发了，然后就被拉黑了。要不就是电话轰炸，要不就是短信轰炸，要不就是骚扰电话，要不就是发这种东西。但是你们说这吓不吓人？你们说这吓不吓人？你们要是不乱搞啊，真的他不会把这个路走到绝境，知道吗？有的时候你乱做一通还不如什么都不干。什么都不干，有时间有空间干什么呢？让这个人做思考，明白吗？你不要觉得什么都不干就等于我没有努力，不是的。因为你每做一个动作，你这个动作呀，它都是情绪推动的，它不是目标推动的。你看他说我找了个男的过来到我的直播间，结果呢被拉黑了吧？是不是被拉黑了？我估计这个动作估计也是人家教的，知道吧？我估计也是人家教的。我们在金贵的关系里给大家说，对于一个愿意大方付出的男的，我们最忌讳的是什么？引入竞争机制。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上游就是上游的玩法，下游就是下游的玩法。这个情感的这个圈子它的人群不一样，它打交道的模型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用下沉市场的模型去打这个上游市场，它是打不通的，明白吗？下沉市场，男的都穷凶极恶，知道吧？穷凶极恶，你显得今天这个追，明天那个追，我这个聊天记录，你看这个男的给了我什么，那个男的，这些男的抢得头破血流，对吧？下沉市场的玩法呀。但是但凡你是向上找优质人群，找见过世面的肯花钱的这一波，你不把他当大爷，你不把他当 VIP 客户搞，你去搞这一套三脚猫的这种事儿还引入竞争机制，你就是稀烂。你要一定是什么？通过什么方式让他觉得这个女的除了我还有无数的人喜欢？用什么方式？是用这样的方式吗？找个男的过来让他看见，用这样的。你以为拍电影拍电视剧呢？电影电视剧里的那一眼不行，愤怒了，怒了我的妈，胜负欲上来了。你以为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呢？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男的觉得，如果我不跟这个女的好，这个女的会有千千万万的跟我同级别的人在屁股后面？叫做自我展示，价值展示，知道吗？你要知道，
所有的优质的人他喜欢什么？漂亮的，身材好的，有认知的，有才艺的，对吧？愿意读书的啊，甚至是养花养草喜欢做饭的，这些点都是这些高水平的人喜欢的，高认知的人喜欢的，有钱的喜欢的。所以我是这样的人，那么就意味着我一定有这么多的追随者。重点是你的展示面够不够，你有没有充分展示你的360度的价值？只要你360度的价值展示到位，这个男的他会自己去脑补，我的竞争对手乌泱泱，明白吗？这需要你去用这么直接的动作去搞吗？啊，叫个男的过来给他看，这 low 不 low 啊？这男的只会觉得你很 low， 只会觉得你很傻叉，懂吗？因为你是在主动勾引，他会认为你是在勾引别人，而不是因为你的优秀在吸引别人。趋之若鹜，对不对？所有的优质的人，他对你趋之若鹜，你就有身价。情绪极其稳定，对不对？任何时候我的情绪都是极其稳定的。为什么？我不为一个人患得患失，是因为我有千军万马在后面。我对你一个人啊，我像疯了一样的啊，搞天搞地呀，是吧？啊，电话炸呀，是吧？哎，天天这那搔首弄姿啊，哎，搞来搞去，你是在干嘛？在这个男人的眼里，他看到的是你除了我，你再也找不到比我更好的，对不对？所以你拼了命的在我这搞，拼了命了，把你的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关注点放到我身上，嘎嘎嘎嘎，那他就会觉得，你看，你没有市场啊，没有人跟我抢啊，对不对？但是当你的展示面做足了，对吧？我今天去看展，我明天去参会，哎，我后天去上了一个什么课，我今天读了一本什么书，哎，我又在锻炼，对吧？我又在旅游，哎，我去米其林吃饭，我所有的这些展示面做足了，在旁人的眼里，难道他会认为你就没有人追吗？他会认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高质量的人群喜欢你吗？对不对？你对他的态度就是你来我非常开心，你走那我也挥挥手，对不对？你这个状态坦然自若做出来了，他自己去脑补，这个才叫高级。如果你摆在明面上，这个就是 low， 所以 low 跟高级它就是一线之隔，它就是一步之遥，你这一步一踏错，你就变 low 了，你就没有高级感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段位。所以我说，在你们人生很多阶段，白马王子拿不下，对不对？王老五搞不定，那是对的，那是正常的。这个人生阶段你就是应该拿不下，就是应该搞不定，就是应该吃不住。因为这些人他只能成为你提升自己的一门课。你在跟他相处完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短板在哪，自己什么地方是有问题的，对不对？我这一次跟这个男的相处，我发现我自己什么问题了？第一，别人对我好的时候我作不珍惜，对吧？第二，我又随意的引入竞争机制，不明智，没有在他对我好的时候对他表现忠诚，对不对？第三，我们两个人到分手之后，我没有保持淡定，平稳输出，让他看到即使没有他，我的生活也依然可以过得很精彩，我也依然会有无数的追求者前仆后继。这些事情是不是我在这段关系里面看到的我的短板，我的问题？那么这样下一次我是不是就能把自己修正得更好？所以这些人他必然是过客，不要有执念。你找了再多的人，最后改变不了结果，因为你的段位没有到那个份上。段位本身就是靠这样的不停的练手去做升级的，知道了吗？如果呢，我们一对一交流，可能你能升级的更快，仅此而已。它会加快你的速度，但是它不会改变你当下此时此刻的根本。任何的提升，任何的转变，它都是需要靠时间的。
来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大家扫一扫啊！微信二维码扫起来可以进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就不会走丢。我们每一周直播3场，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大家看我们朋友圈的通知就不会错过直播了。然后希望你们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内容，我们的文字的咨询、语音的咨询、闺蜜圈以及金汇的关系的正版课，好吧？我现在是人在迪拜，现在的时间是迪拜时间的早上9点半。来下一个，抑郁，我跟你们讲啊，你们就是因为不关注自我提升才会抑郁的，真的。你们太关注于某一个特定对象了。这个世界上唯一值得关注的特定对象就是你自己，除你自己之外的特定对象都不值得关注，都不值得长期锁死关注。我是不是跟大家讲了的？我们有一句 slogan， 我没有办法让一个男人为你死心塌地，我只能让无数的男人为你前仆后继。这就是我们的 slogan。你永远的想在一个男人身上要生要死，那你最后就是个不值钱，你就是个 low， 你就是做不出来身价。什么时候你能让无数的男人为你前仆后继了，你还能坦然的面对这一切，是吧？江山之浩瀚，天下我有，你就是这个状态，你就牛掰呀，那有啥好说的？你就快乐，你100%快乐，不可能不快乐，为啥不快乐？有什么东西能让你不快乐？对不对？你每天照着镜子看着自己，你都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闪耀的星星，你有什么不快乐的？对吧？来下一个。乐宁没有啊，慕容，这个衣服感觉有点露了呢。Hello， 喂，你好。哎，你好。哎，你好。哎，曲曲你好。你说。我在武汉啊，那个相见恨晚，非常喜欢你，就是简直颠覆人生观的那种。以后呢，等到女儿恋爱的年纪呢，也一定让她跟你学习。那接下来呢，我讲一下自己的基本情况。我今年是44岁，属于有点气质的类型，颜值是6、7分。因为前40多年都走的是雄竞，没有什么感情经验。那将近年关呢，也希望对这段感情有一个清晰的判断，明确接下来的一些处理方式。那今年3月。我是今年3月扯证的，有个女宝12岁，是爷爷奶奶在带。以前呢是大型制造业某区域的人资总监，负责3个工厂，2000多人的人力资源和行政后勤外事工作，年收入30个 W。因为任期经常有调动，所以前任出轨，个人跟他感情也不合，所以就离职加扯证了。但是在做自由职业。高端就业呀，帮助一些企业办理国家补贴之类的居间业务，收入不是很稳定，存款是100多个 W， 有10个 W 代步车。那么男嘉宾呢大我7岁，是51岁，前任也是出轨呢扯证。他用他自己的话说呢，长相一般，经常见光死。以前呢是某银行地级市分行的行长，之前有偏门的收入3000多万，后来他创业做过服装和餐饮，有的亏手，有的转手。因为用他的话说，他的手是比较洒的，就是据说是前小舅子呢硬要了过去，所以2016年他辞职，2018年到武汉一家集团公司做顾问，负责投融资管理、贸易和地产，年收入是100个 W， 接触的大苹果和银行部门比较多，还有其他的居间业务，收入是不详的。他户口在外地，所以在武汉呢只能有一个门面，没有房子。在湖北一个地级市和重庆有房，资产是200多个 W 的现金和400多个的外债。因为喝快乐水吊销了驾照，公司提供住宿和司机一起住，有100多个 W 的车，他说准备卖。我之前提出卖了，给我换辆车，他答应了。在一起之前呢，也提出上交工资卡之类的要求，他都答应了。那有个篮球在国外读研究生，我们是软件认识的啊，认识了2个月之后呢，在一起的。4、5个月付出了4个 W 的现金加几千的购物卡，每周呢是见1次面，10点半是比较和谐，平时工作生活没有过多的交集。那我就有3个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呢，这个男人的人性的底色是怎么样的？是否能长择？
比如说我如果要提出换车和每个月有固定的付出的话，怎么提出来不会太 low？ 问题二呢，我自身的住房呢，目前是跟前任是各占50%的。那扯证的时候协议呢，房子给我住，但不能带外人来，所以男嘉宾有时候也暗示要到家里来，我也讲明了原因。他说明年要公司给他单独租个房子，可以随时过去。如果我不考虑和他的关系，就单纯我需要个人发展而言的话，我该怎么样处理？是否要租个房子，或者去卖了买个小户型？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自身的一个发展的问题，我本人是有国家高级人力资源师管理证，还有2级心理咨询师的证，还有中级的茶艺师和评茶师的这些证书。之前在这个行业是有20年的从业经验嘛，那么现在目前44岁再去投简历的话，已经不太好找工作了。同时又希望能够2条腿走路，所以在这个个人事业发展上，不知道你有什么样好的建议？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这个男的，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好像是不是，我有一些很多东西没处理干净啊。他的个人的感情没处理干净吗？不是啊，他是经济上面。经济上没处理干净，他从银行已经辞职了，在这边就是那个啥，在一个集团公司做投资顾问嘛。他有外债吗？他不是，他有外债，是别人欠他钱。哦，别人骗他钱，我听傻了。对，别人欠他400多个。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疑惑，你们每天都联系吗？就是1到2天都会有联系，就是每天是微信联系，然后每周见一次面，10点半比较和谐。你们每天联系的时候会打电话吗？还是只是微信发个消息？微信和发消息居多，晚上的时候有时候有什么事儿的话就会电话说。那他有跟你聊谈婚论嫁吗？没有聊过，我就问过一次，我说我们俩就一直这样，继续，我说我们2个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关系呢？现在他说，那我明年就让公司给我租个房，你可以随时过来吧。他说2个人在一起，不要想着去改变对方，能够继续相处下去就好，他这样说的。那你有强烈的婚恋诉求吗？没有，我没有强烈的婚恋诉求。我是希望这种，你希望什么？我就希望就是一个男的在一起的话，要么就是授人以鱼，或者是授人以渔，要么就是米，要么就是能够带着做的一点事情吧，就是这方面。其他的。那你有跟他聊过吗？他给你带来什么？你能跟他做什么？这个没有聊过。你的想法是还是想要一个能够再把你提升，或者说拔一拔的，或者说能够进行资源整合的这么一个人，对吧？对。那么你还是要跟他去聊啊。首先是聊诉求。你诉求要聊了，对方心里才有数，他有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这种机会或者什么的时候，他才会考虑到这件事儿。否则的话，大家都不知道你在想着什么的话，他也不会往这个方向去推。他刚认识的时候，就是刚在一起的那个晚上，他就跟我说，当时他说要我自己注册一个公司，因为他们高管的收入都在100个 W 以上，他说能够帮忙避税。后来我觉得有风险，我就拒绝了，因为我是提过的，我在一起之前就提过，我说能不能一起在一起做点事情，或者是说你能够支持一下我，就是你直接给现米的那种支持一下我。不是，是你要知道他的业务线，他所做的事儿，你到底能有什么样的利用方式，你自己要提供解决方案。而不是说去问他说，哎，我们做点事儿啊，我们一起赚点钱啊，不是这个天儿不是这么聊的，知道吧？你做的这个事儿，哎，我有个什么东西我可以搞，你看你是不是可以把这块业务给我，或者怎么？这个事儿要聊到你到底要做什么上面。要非常具体。对。你不能让别人给你想解决方案。我明白。如果让别人给你想解决方案，你就只能赚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费用了，没有意义啊。对，是的，这也是我的一个困惑哈。我觉得这个男的听起来呢，你刚刚说你多大？40几岁？44，对。44岁，我觉得遇到这个人还挺不错的。如果能走婚恋的话呢，咱们尽量往婚恋的方向推一推。好，我今年刚好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他还就是跟他要什么，他还蛮大方的，只是有时候我不怎么提。你跟他说话的方式是什么样的？会有很多的甜言蜜语吗？或者怎么样？
我以前是个很走雄竞的啊，很硬的一个人，就是跟你学了之后呢，也慢慢的会学着是说好好的去说吧，就是表达自己一下困难啊，但是可自己的需求。能还是不太够。我跟你讲对是这样的，我认为啊，这个男的呢，现在听起来啊没什么大毛病。我觉得推婚恋呢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呢，这个男的他目前没有特别强的想推婚恋的意图。因为从他的角色上来看呢，他会觉得这个恋爱谈一谈也挺好，挺舒服啊，谈到哪算哪，啥时候能再说，对吧？因为他觉得也没太大必要。所以呢，如果说你说所谓的什么啊，能做什么事儿，这个东西不还得谋划吗？对，麻烦嘛。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推婚恋的话呢，其实方法还挺多，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你不要老是想着钱上面的事儿，知道吧？你们这样的年龄啊，要拿钱是什么呢？是婚恋推不动了。你在想着，哎呀，我给今天搞点这个，明天搞点那吧。因为如果你们这样的说，今天搞点这个，明天搞点那，他反而心里会想，那蛮好，我也没有对不起你，我也没有亏待你，你也别跟我提什么婚恋诉求，对吧？所以说你反而是要反过来，就是你要让他觉得我很喜欢你，我要给你非常大的爱情的泡泡。他不是说他长得丑吗？不好看。对，你要经常要夸奖他，要赞美他，知道吗？你要看着他要有星星眼，你要跟他说，你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老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在我眼里，我觉得你就是一个天底下最帅的男人。面对着面呐，盯着他的眼睛，你就要能讲出这样的话。知道吗？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能够照顾我的生活，我在这个年龄，我能遇到一个对我全心全意的照顾我的生活，满足我的诉求，尤其是当他给你买礼物或者干嘛，这个话马上突他就往上堆。只要是他有付出有干嘛了，千万不要啊谢谢，不，拿着这个礼物啊或者干嘛的，你就要星星眼看着他，然后你要给他做一顿饭。然后你让他觉得，你跟他说，我觉得吧，我们这个年龄还是要找到一个人，如果能够携手走过余生的话，你说我觉得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选择。你要给他这种东西，给他灌，他自己慢慢他就迷糊了，知道吧？因为我原来有一个观点，为什么很多人他们找男的呢，找大佬，为什么他搞不到米呢？因为他还嫌大佬长得丑。长得不好看的大佬，其实他在外面也没有那么好的市场。他们这一生最缺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别人对他的外在的欣赏。他是说他跟别人见面就见光死。对，你可能很难，对不对？你可能觉得这个话，哎呀，我看着你这张脸我难，不，这要锻炼。我还好，这要锻炼。你就是要看着他，你越看越喜欢，越看越喜欢，是吧？你甚至有些那种很丑萌的，有一些可爱的小玩偶干嘛的，你说，你看你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他也是这样的，很可爱。你知道那个斗牛犬吗？有很多狗啊，它长得很丑，但是很萌，对不对？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真心的、发自内心的欣赏他、喜欢他，而且并不是因为他的内在。而是他的外在真的让你觉得很可爱，就你要这种感觉，他就会上头。就是其实你的首要任务不是让他付出，你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他在情感上上头。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样，你刚刚说做饭嘛，他就是卖掉。对，不要再跟前面的瓜葛不清，影响你进步的脚步。好。第三个比较困惑的就是目前的现金流不是很稳定嘛，就是看有什么样好的建议没有。现金流不稳定，那我有啥建议呢？不是，我就是说，因为这个年纪去找工作，还是希望能够发挥自己的价值吧。因为毕竟在这种集团公司工作了20来年的话，还是有一些。能干兼职吗？能干兼职吗？就是说这个干兼职吗？找项目做兼职是吧？对啊。那你只能这样喽。不过就是增加收入嘛，对不对？然后看看能不能用自己的光环呀，包括这个男的资源，再看看能不能搞点项目了。好的，明白了，还是得要主动跟他说，是吧？那肯定。好，那刚好春节来了嘛，我想这个要个车，虽然有点，我不想太 low 啊，因为很多东西自己也确实都买得了，但是有时候跟男人到一起就想让他加点付出。刚说现金流不够，这回又自己买得了啊？
啊！你看这个就是堵抗，我告诉你，这个就是我没钱干嘛要说我自己买得了？其实我也买得了，我就是想 no， 我就是买不了，我只买就是没钱，就是买不了，我想要，我只能哄着你，宝宝，只有你，没有你的话，这个事我办不成。我想要，可是我又买不起，就这样，懂吧？好，我明白，就是想让他多付出一点，对，有一些牵扯在里面吧。其实别的不是，这是主要的目的。先拉情绪价值啊，先拉情绪价值，好吧？情绪价值是吧？好，行，知道了，好，这样。好，那谢谢你啊，好，拜拜，你还没明白，40几岁的男女关系，可千万别上来时间不长，一下想让别人跟你搞这，一下想让别人跟你搞那，你们不是这号人，没有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头啦，明白吗？不在这个人生阶段里头啦，不要像那个小女孩一样，今天要他跟我搞个这，明天要他跟我搞个那，不是的，先上情绪，先给关怀。先把它往上堆，往上捧，对不对？你达到一个时长，你不要一上来2个月，我让他给我买车，换个100万的车，就是你们这是属于20岁的女孩子的搞法呀，对吧？你就40几岁了，人家说我一上来给你买个100万的车，我干嘛不去泡个20岁的妞呢？对不对？你想想看，你要把这个男的让他都觉得这个女人是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真心的打心里欣赏我的人。知道吧？就是那种东西你要出来，那种感觉要流动起来，要有一个时长，堆到一个时长，他已经觉得好上头，对吧？哎呀，我每天好喜欢，好上头，好喜欢，好上头，好喜欢，好上头，怎么办？好，这个时候，哎呀，我也好想要那个车呀，对吧？好喜欢，好上头，就是他要堆到这个程度。又是也觉得这个女人真好，是吧？年轻的女孩子年轻漂亮，但是又不会做饭，又不会关心人，又不知冷知暖。这个女的你看她平常吧，她的物欲也不高，然后呢她又把我生活照顾得很好，她自己呢还能有点小光环，自己也能做点事儿，跟她在一块也不 low， 然后她还发自内心的爱我，发自内心的喜欢我，还能让我找到爱情的感觉，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是我有没有不重要，我买不买得起也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就是想让你帮我做这件事儿，对吧？我跟你说，其实买车呀都不是重点，什么买车，我跟他聊的思路是先结婚，根本就不是买车，买什么车呀？你要那个车干啥呀你？这种男的就应该是这样的，他要是你把他哄上头了，就像我那些干妈一样的，知道吧？我那干妈不就是的吗？找人大苹果单身了10几20年呐，就是原来前妻分开了以后单身10几20年，中间别人给他介绍无数的女孩子拿不下，那男的都是不那个年轻的漂亮的什么样的都介绍拿不下。我干妈4个月结婚，这才是终极目标。你搞那什么买个车搞个这搞个那，一搞别人心想值不值？你这个动作危险系数太高，明白吗？危险系数太高，一做你这关系崩了，你说你何必呢？对不对？他们说白了就是什么？他们就是那种媚态，娇憨，给情绪价值，给你爱情的感受，然后我又比年轻的女孩子成熟，会照顾人，通情达理，能退能进。他是自己，然后呢，他还有一定的小光环啊，然后看着呢也确确实实方面还可以，他是这个状态，明白吗？关心人家，温暖，然后就往直奔结婚，真正上头的时候，他不是提什么车子房是什么，就是爱，懂吗？老房子先给他点着，爱到一定程度，干什么？我要跟你厮守终身，你会跟我结婚吗？就这样啊，我们2个人一定要在一起，对不对？我觉得我们2个人这个年龄还能遇到灵魂伴侣，特别的不容易。我觉得我们也是需要爱情的，我相信爱情是需要冲动的。你最后就是点题嘛，稍稍的点。这个男的如果真的是被你灌的，觉得也挺好，没毛病，
呗，对不对？反正我也单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没看到有什么特别合适，那接就接呗，没毛病就接呗。你跟没毛病一接，这个事儿它不就好办了吧？再来谈你的什么车子这个那个这个的，不就相对来说就简单很多，对不对？不要老是觉得在白批，知道吧？你这40几岁的人，天天想别人他妈白批来白批去，谁批谁都不知道，是不是谁批谁都不知道啊？不要老是把自己端着，没有意义啊！来，再来连一个，右下角二维码点一下。我跟你们讲，男人可恋爱脑了。右下角的二维码扫一扫啊，然后有需要1v1咨询的，有需要提供各种话术模板的啊，1v1咨询的老师可以直接给你复制粘贴。右下角小黄车点开，我们的文字咨询、语音咨询、闺蜜圈。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啊，大家可以直接通过小黄车下单。我不能老讲干妈的故事，到时候被干妈知道了就不好了。Hello， 你好。哎，你好，曲曲，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好，有个事情想要咨询一下。我今年遇到了一个事儿，就是我可能被骗婚了。然后我简单的说一下情况，就是我们是在对对碰上面认识的，然后一个男生比我小月份，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今年都35岁了啊，然后呢就是据我了解，他在我所在的城市有2套房，然后呢就是经济条件也还可以，然后我们就迅速推进关系，然后后面就带球了。带球之后呢，就是在我们要见家长的前一天晚上，他告诉我说他其实是已经结过婚的，然后有小孩，然后而且小孩是他带，然后而且他告诉我的所谓的2个房产都没有在他的名下。然后但是已经婚期将至了，就只有1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当天我的那个反应就是说，我瞒了家里所有的人，没有告诉家长，然后先把这个父母双方的面见了，然后见完之后呢，就是我找了我家里的就是哥哥，就是跟他们对面的长辈谈了一下，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我就既往不咎了。但是因为他之前，因为我们在一起没多久，他就说要给我买套房，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的事情落实下来，那我们就继续那个就是结婚，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就是直到昨天晚上，然后他突然跟我提出来，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领证，然后他突然提出来要逼着我跟他领证，因为婚期就在这周的星期6，所以我就想就是我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做得很蠢的，之前有很多事情都没有搞清楚，但是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我就想听一下曲曲有什么高招没有？你有什么骑虎难下的呀？证都没领，骑虎难下个什么东西啊？因为我现在已经带球了嘛，5个月了。怎么样呢？你想被这个男的骗的底裤都没有？那我这个婚礼都已经筹备好了，那我办还是不办呢？当然是不办了，这还用说？从头骗到尾没有一句真话，这男的是他妈个无产阶级，搞什么？无产阶级还带个球？你有毛病啊！你做慈善的。你这个小孩，这个球多大了？5个月。我跟你讲，这个男的不能要啊！球已经这样了，那他男的不能要，绝对不能要。没有第二个，我跟你没有第2句话，没有第2条路，没有第2个选项。我告诉你，从头骗到尾，无产阶级。你要跟他结婚，你自己养娃，你自己承担家庭支出，可能还会他外面会出现其他外债，到时候你要跟他一起承担。如果你到时候再去跟他扯坏了证，你就完蛋。
然后我现在我自己确实是领证的事情，我肯定是不会给他领，然后但是这个婚礼的话，我能不能先把这个婚礼流程办完？因为就是我家长啊，或者说是亲戚啊，各个方面这些我可以，因为马上就到了，只有3天的时间了，我可不可以走完这个流程？你这个钱谁花？这个钱现在该花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就是办婚礼的酒店啊，酒席什么的，所有的该花的钱都已经花出去了，而且我知道这个事情也是上个星期才知道的。是这样啊，我呢是建议你什么都不要搞，但是如果说啊，我现在受不了这个压力，受不了那个压力，那么咱们聊这个天就是个废天，好吧，就是个废话。你说你去走这个流程，你要走，但是呢，我希望今天跟我连个麦，能够把我说的话听进去。这我是坚决不能领，这个男的是坚决不能要，这个就是我给你的结，我没有3个结论给到，剩下的事你爱怎么搞怎么搞。好的，我明白了。还有问题吗？没有了，谢谢。如果要办理，对你们刚刚说的一个很好，礼金的问题，办理所有的礼金全部拿过来放到你的婆家这边 ，OK， 全部拿过来放到你婆家那边，千万不要礼金被这个男的带走了啊！这最后一口气，没办法了，这是救不活的。我跟你们说，这是救不活的，是什么？那这发生是骗，那发生是骗，还在推啊！这房子没有，那房子没有，还在推，还有个球，还在推。是有毛病啊，是不是有毛病？就是一个人说了100句假话，为什么你会认为他的第101句是真的呢？一个人骗了你100回，为什么你会认为第101次他不会骗你呢？你的逻辑是什么？站得住脚吗？娘家，我说的是娘家，对啊，放娘家。全部的钱全部放到娘家来，我说成婆家了，放到娘家来，全部放到自己娘家这边来，让自己妈收走也可以。如果你没有弟弟的话，我看你这邪乎脑子，万一有个什么弟弟，那也是废了的啊。没有弟弟的话，全部放到你娘家这边来啊。如果说你自己还有什么弟弟什么这个那个的，你就全部放到自己人锁死，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男的踹了，好吧？这是终极答案啊，终极答案 ，OK。我真的受不了，我真的求好不好？任何时候刹车都是最早的时候，任何时候止损都是最早的时候。当你意识到他在骗，当你意识到真相是什么了，立刻马上刹车，越往后走成本越高，越往后走损失越大。还领完了以后再怎么办？他在背负债，你帮他还呢？你再不帮他还，他怎么办？那你说，那你都是孩子的爸爸了呀，那我都是你老公了呀，你再20块利润他不扯怎么办？他不扯，你告诉我你怎么办？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呀，啊，往火坑里头跳，你们跳得飞快呀，好日子不想过，命反正是不值钱，是吧？他孩子都5个月了。孩子都5个月了，我们能在这个点位上跟他说什么吗？他也35岁，我能说什么吗？这不是开玩笑的。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晰的，这个男的不能要吧？这个男的不能要吧？对不对？哎，来，大家还有没有扫我们微信二维码的？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扫一下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啦。然后加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场直播通知。我们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去问我们的宝宝，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团队做付费的咨询。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付费内容。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去找我们的微信客服去问清楚你适合什么，然后让他们告诉你啊，
比如说给你推荐老师，或推荐你是适合语音啊，还是适合文字啊，找你适合的服务项目。我今天是在迪拜待的最后一天，然后呢晚上我就回国了。回国以后呢，我会直接到杭州，我们到杭州会做我们年末的这个哼哈跨年。我们的哼哈跨年，因为有一些宝宝他跨年这个时间可能去不了，所以说他们虽然报了名，但是他们只能做项目，但他人可能到不了现场，所以我们会有少量的名额，可能2个人这样。我不知道，应该会，你们可以再去问一下，好不好？跨年应该可能还能挤出少量的名额，你们可以去问一下我们客服，好吧？好啦，今天就这样啦，下播了啊，拜拜，拜拜。